一个官位。他在家里待得好好的，为什么要去上班？我不去，我不去。哥哥为什么不去？姐姐为什么不去？为什么要我去？林默是胎传进这个世界的，上一世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一天在逛街的时候突然遇到抢劫，他只不过跟着人群逃跑的时候多看了那个劫匪一眼，然后他就被劫匪锁定目标了，结果就被劫匪追着一刀搞死了，死的也真的是挺冤的。不过那个劫匪的手法不错，一刀毙命，他都没感觉到什么痛苦，人就没了。再之后就穿到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架空的世界，虽然也是古代，但是历史上并没有这个朝代。最重要的是，这个朝代女子还可以做官，只是现在这些女官在朝堂上也只是充当一些吉祥物。用现代的话说，这个工作就是会议记录员助理，而且现在朝堂上的女官也就只剩下一个了，其他的大部分都嫁人辞官了。毕竟这还是一个男尊的古代世界，女子嫁人后，国家还是不希望她们继续抛头露面。不过那个女官最近也要嫁人了，所以就空了这个职位出来。职位一空出来，林尚书立马就想到了自己家里的小女儿。这个小女儿吧，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从小到大她都与旁人真的完全不一样。总之，林尚书活了这么多年，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这丫头每天最大的爱好就是搬个小椅子混进那些婆子堆里面，听那些婆子们讲一些家长里短的事情，每天都这样。正事儿是一件都不干，天天干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坑爹娘兄姐那是常事儿，哭闹打滚也是常态。她这个性格，嫁人那是在想屁吃，哪个人愿意娶一个这样的媳妇儿回去啊？所以不如帮她谋一个官职，以后也算是有个出路。反正她不嫁人也不会辞官，等以后年纪到了干不了了，说不定那时候的圣上也能看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份上优待她。最主要的是，这个工作是真的很清闲，基本没啥事儿。说是辅助，可是史官能干得很，他过去啊就是处在那儿当个吉祥物就好了。爹，你偏心，为什么要我去上班？对于现在的生活，他是真的很满意。父母青梅竹马，非常恩爱，家里没有姨娘小妾，哥哥姐姐也很照顾他，他们也都是一母同胞。他就想做个混吃等死的咸鱼而已啊！每天就是吃吃瓜，看看画本，现在靠父母，以后靠兄姐，年老靠侄儿外甥，完美呀！可以说，他穿越到这个世界，那就是穿到了他梦想中的天堂啊！可是现在，老父亲居然逼着他去上班，这简直就是要了他的命啊！亲生的，亲生的，不能打死。混账！你哥哥如果不出意外，今年就能考中。你姐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在京城中也是小有名气，以后嫁人也不需要担心。啊，你呢？你能考功名吗？能嫁人吗？啊，你呢？你能考功名吗？能嫁人吗？能，我能嫁人，只要爹爹你给我选一个人，我马上就可以嫁。不就是嫁人吗？老爹的眼光还是可以的，他选的人品方面不用担心，我嫁人后还能继续过咸鱼生活。你想嫁人，那也得有人选呢。好的人，林尚书不忍心让自家这个混世魔王去糟蹋，差的他也不能把女儿往火坑里推呀。算了，你还是准备去当官吧，好好干，争取干一辈子，这样你就有着落了。以后我和你娘不在了，也让你哥哥姐姐侄子外甥多照看你一点。系统，你说为什么要让我一个人去上班？我根
哥哥姐姐为什么不用去？他们是不是针对我？这个系统是前几天绑定的，林默这几天天天带着系统出去吃瓜。这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你父母对你比较看重吧，也可能是你真的比较懒，他们怕你饿死。哎呀，放宽心一点，我选中你也是因为你懒呢，不然我怎么可能选中你？这种茫茫人海之中，你就是那天定吃瓜的茶。我怎么感觉你说的不像是好话呢？故意针对我？其他人听到这一人一桶的对话，都已经习以为常了。知道这个系统存在的时候，是在7天之前。那个时候，他们还以为是自己疯了，后来才发现，所有人都能听到这丫头和那个叫系统的心声。在为这个丫头谋求官职的时候，林尚书也把这个系统的事情和宣德帝仔仔细细地说了。宣德帝对林默和这个系统还挺好奇的，所以直接就答应了让这个懒丫头去蹭个官位。还坐在地上干什么啊？爹都已经走了，你就算是再撒泼打滚都没用了，还不如好好听话，明天跟着爹去上朝。大妹妹知书达理，不需要我多操心，可就是这个小妹是真的让人操心啊，也难怪爹要费心给她弄一个官职。哥，你要是今年高中了，那是不是也要上朝了？是的，你问这个干什么？这丫头又想搞什么鬼？以后咱们家3个人一起上班，难受啊！我以后要是起不来，麻烦哥哥过来扛我一下。得了，这个家伙是真的没救了。父亲让他过来看他一下，要是看他实在是难受，就好好安慰他一下。现在看来不需要安慰了，这丫头连以后上朝起不来的事情都想好了。筒子，我说我真的要去上班吗？我真的干得来这个活吗？应该可以吧，毕竟你只是去当个助理，怎么样都行吧。不行，此时不走更待何时？我打死也不会去上班的。好像听到了什么噼里啪啦的声音，只是一下子这个声音又没有了。我这个妹妹从小的习惯就奇怪，平时喜欢一个人待着，睡觉也一样。她院子里的下人没有听到她的喊话，基本都是在外院。每次这丫头喊人的时候，那一嗓子真的吓人，和男人似的。把丫鬟们支那么远，每次这么喊人多累啊。你不懂，这是注重隐私啊。早就想到你会逃了，所以我们早就准备好了。你们这是对我有多了解呀？你就死心吧，你哥哥和你爹爹对你的了解程度比你想象的更深。哎呀，放心吧，如果早上你要是无聊，我就给你爆瓜吃，绝对让你每天的生活过得精精彩彩。臭丫头还不起来，要去上朝了，千万要看住默儿，别让她在朝堂上睡着了。你们说，你们妹妹真的能干好这个差事吗？难说。哎呀，你们就不能安慰我一下吗？也给你们妹妹一点信心，她其实也不是那么不靠谱。苍天的大地啊，我好困呢，我不想去上班。宿主，习惯就好了，也就是站几个小时而已，你就好好的当个吉祥物就行了。筒子，我不想站，要是能找个地方坐下就好了。默默，稍微忍一忍，我到时候给你找瓜吃，有瓜吃，早朝就不难熬了。这一路上，林默和系统的嘴巴就没停过，一人一桶，从天南聊到地北，林尚书那是听得目瞪口呆。别人家偷情他们也聊，别人家的孩子是谁的他们也聊，还有别人家男人行不行他们还聊，这是干嘛呢？到了，赶紧下车，等会儿你就跟着李大人。李大人，小女就麻烦大人照顾了。林大人不用多礼，林千金也挺和我眼缘，以后就要一起共事了，大家都是同僚，
也不谈什么照顾不照顾的。不一会儿，朝堂上的官员就为着一件事情吵起来了。李大人笔杆子写的都快要飞起来了。林默问了一下李大人需不需要帮忙，李大人拒绝了他的帮助，所以他现在就是站在这里做个吉祥物。筒子，有什么大瓜吃吗？好无聊啊。筒子，有什么大瓜吃吗？好无聊啊。有，还是皇帝的大瓜呢。朝堂上争论的声音一下子就小了很多，所有人的眼神都在偷偷地看林默这一边。皇上的瓜是能随便吃的吗？这里这么多人，你就不能随便选一个吗？你们这个皇帝是真的穷，你别看他现在在这外面这么好，其实内裤都是破的，这都已经缝了3次了。好穷啊！难怪每次皇上赏赐都是赏牌匾，我之前还以为是皇上文雅，原来纯粹是因为穷啊！林尚书现在已经在思考全家人该怎么埋了，不过现在看来，他们家估计很大可能会暴尸荒野。这个筒子是怎么知道我内裤的事情的？还有，这林家丫头听到这样的问题，怎么一点都不害臊呢？没想到他们父皇的日子居然过得这么艰难呢！皇上居然连内裤都是破的。之前皇上总是和他们哭穷，他们还以为是假的，没想到皇上是真的穷啊！干嘛突然都用这样的眼神看着他？他穷还不是因为国库没钱，他还得自己补贴钱进去，这又没什么其他的收入，不就只有从自己身上省了吗？不过你们这个皇帝真的是个好皇帝，虽然穷了一点，但是其他的方面都非常不错，比我之前见到过的那些皇帝好多了。那是，我们皇上可以允许女子科考做官呢，这个思想境界就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系统还在不停地说其他皇帝昏庸的例子，林默听着听着就听入迷了，其他的朝臣包括皇帝也都听入迷了，他们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小了。今天朝堂上的氛围都好了很多，大家一边听系统的瓜，一边商议国家大事，这一心二用啊，还挺刺激的。皇上，齐王世子仗着自身身份强抢民女，抢占良田，还杀害无辜之人，此事绝对不能姑息呀！是啊，皇上，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齐王世子此举实在是太过分了呀！林默的兴趣也被吸引到这边来了，他们两个这边安静了，这两个大臣就开始发挥了。皇上，齐王世子嚣张跋扈，在京城为所欲为，不知道多少人深受其害啊！这便是齐王世子犯下的种种事件，还请皇上过目。混账！林默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幸好李大人反应迅速，一脚把他给踹倒了。你拉我一把不行吗？非得用脚踹？忍住忍住，这还上朝呢。皇帝正准备骂人，话都到嘴边了，结果被林默差点把这个情绪给怼回去。现在好不容易紧张起来的气氛一下子就散了。林尚书的眼前已经开始发黑了，有一个这样的女儿也真的是造了孽了呀。皇上，齐王世子乃是齐王唯一的子嗣，当年齐王护卫边疆因战受伤，后面暗伤复发，不幸亡故。对于他留下来的唯一子嗣，臣以为还是要仔细对待，以免伤了边疆将士的心。处罚一个有罪之人还要顾虑这么多，哼，这也真的是笑话了。护国将军冷着脸看向林默，太子和二皇子不动声色地挡住了他的目光。我呸！这天下是父皇的天下，是百姓的天下，又不是齐王的天下。这林家丫头说的没错，处罚一个有罪之人为何要顾虑这么多？我呸！什么因为暗伤复发亡故，分明就是死在了女人床上。可如果他不是暗杀复发亡故的，那齐王府这些年的荣宠可都是骗来的了。
童子，你详细的说说呗，把事情的经过都说一说。为了不被林默发现大家在偷听，他们还假装继续商讨事情，只是声音小了很多。这个护国将军之前是齐王的部下，是齐王把他给提拔上来了，他和齐王还有点不清不楚的关系呢。好刺激啊！好刺激呀！齐王表面上一直在滨江守卫，但是他都是在滨江吃喝玩乐，打仗守边疆都是信王干的，信王的腿就是战争中伤到的。对于这个弟弟，他一直都没有太关注，他一向沉默寡言，存在感极低。如果齐王真的干了这些事情，那就得把这些事情昭告天下。信王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也该好好的补偿他。齐王身体不好根本就不是因为打仗，而是纵欲过度，而且他男女不拘，护国将军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英俊男儿，他也就把护国将军给收了。皇上，吃瓜吃得正畅快呢，可不能让无关紧要的人给打扰了。所有人都被护国将军那一嗓子给吓了一跳，要是被他说出来，他们都能够听到林默的话，那还了得啊！真不愧是他儿子，反应就是快。我刚刚好像听到了有人在讲话，难道是我听错了吗？该不会被发现了吧？大家这不是都在讲话吗？人家在商量着国家大事，你到底还要不要吃瓜？要，当然要啊，不然这站在这里多无聊。你继续说齐王和护国将军的事情吧，还好，没有被发现。护国将军跟了齐王后，两人的感情非常好，几乎都是蜜里调油。齐王为了他，连王妃都忽略了。只不过好景不长，齐王喜欢的是年轻好看的人，护国将军在滨江风吹日晒的，很快容貌就被新人给比下去了。以色示人，这哪能长久啊？那护国将军都失宠了，为什么他现在还这么护着齐王？该不会是一个恋爱脑吧？恋爱脑又是什么脑啊？不过听上去不像是一个什么好脑子。赶紧继续说呀！虽然他失宠了，但是齐王给他的补偿，一路提拔他，还给他娶了媳妇。虽然那个媳妇也是齐王睡过的。护国将军被两个武将捂着嘴巴控制着，已经快要羞愤死了。他的秘密已经快要全部被那个系统抖露出来了。不得不说啊，这护国将军肚量挺大的，这么大一顶绿帽子，好像还戴得挺舒服的。反正这护国将军知道自己这一切是怎么来的，所以他一直都很尊敬齐王。最重要的是，他对齐王还有感情，夫妻两个有时候还会一起去伺候齐王呢。他夫人生下的两个孩子都不是他的，都是齐王的呢。这人脑子真的没毛病吗？那他知道他的两个儿子不是他的吗？知道啊，他还开心得很，因为两个孩子都很像齐王，所以他的感情又重新有了寄托。这一件件事情实在是太精彩了，护国将军真乃男人中的奇人呐！护国将军被气得翻着白眼儿，马上就要晕过去了。不远处的太医一个箭步冲了过来，直接一针扎了过去。护国将军一下子就清醒了。想在我面前晕过去，没门儿！事情还没说完呢，不许晕！呀，这么快的？护国将军的瓜还没吃完呢。是啊，他们也是第一次觉得上朝的时间过得这么快。可以啦，皇帝还有护国将军和齐王的瓜，给我收集了不少能量。反正齐王不是个好的，护国将军也不是个好的。你们国家不是穷吗？直接抄了他们两家不就有钱了吗？我查了一下你们国家的律法，他们犯的各种罪也够抄家了。对呀，他们怎么就没想到呢？我只是一个小小助理，这个事情我可管不着。不过都有人上奏折了，估计皇上也会让人好好调查吧。我们就等着吃瓜就好了。累了，赶紧下朝回家吧。您累什么累？就站在这里吃瓜就累了。宣德帝清了清嗓子，宣布了退朝，不过还留下来一些大臣，林尚书也在内。这是要兴师问罪了吧？
我完了，我们家完了呀！不过皇帝并没有说林默无礼的事情，只是让这些人管好自己的嘴巴。哎呀，这恐怕有点难呐，毕竟这么多人都能够听到，那万一有谁说漏了嘴，那怎么办呢？臣遵旨。林默坐在马车里等着自家老爹，等着等着就睡着了。林尚书一回来就看到睡着撅着屁股对着他的糟心女儿，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烦人呢。到家了林默都没有醒，林尚书让林妻直接把他给扛出来了。他还把在朝堂上发生的事情都和妻子儿女说了一遍，越说脸色越差。所以说我儿现在已经是过了明路是吧？感觉以后的日子会更加闹腾了，是怎么回事啊？当天晚上，宣德帝看着自家3个儿子和臣子们送过来的一大堆内裤，满脸的尴尬。太丢脸了，真是太丢脸了！这丫头能不能不要吃我的瓜呀？这满朝文武这么多人的瓜都还不够吃吗？皇上，是否需要把之前的内裤换掉啊？不过皇上那些内裤啊，是真的不能穿了，连屁股蛋子都兜不住了。换吧，送都送来了，不要白不要。他现在还是一个贫穷的皇帝呢，不过等抄了齐王府和护国将军府，他说不定啊就能够富裕一点了。而且这个系统居然还有一个保护机制，这是皇帝派人试探出来的。明天又是不想上班的一天，起不来啊。既然你知道起不来，那为什么现在还不睡觉？睡不着啊。你看晚上的时间这么美好，为什么要浪费在睡觉上面呢？而且今天白天我也睡够了，现在正是精神的时候啊。我现在帮你看了一下时间，现在是现代时间凌晨2点钟了。你要是再不睡觉的话，估计早朝就得完蛋喽。偷偷打瞌睡还行，要是你一头栽了下去，那可就丢脸丢大发了。既然睡不着，明天要上班的话，那他得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够熬夜，明天又能早起。你这是打算把被子枕头抱到哪里去啊？那边可是你爹娘住的院子，你该不会是想抱着被子枕头去跟你爹娘睡吧？你都这么大个人了，能不能有点数？谁说我要和我爹娘睡了？我只是在他们门口打个地铺而已，这样我爹起床的时候就能顺便把我带走了。不是，怎么感觉二小姐越来越不正常了？系统现在也是拿她无话可说，可能是别人的地界睡得香吧。林默刚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不一会儿就打起了呼噜。里面的林尚书和林夫人被这呼噜声吵得直皱眉头。你要是再打呼噜的话，就去偏房睡。不是，我没打呼噜呀，我都醒了，这个呼噜声还有，这怎么可能是我打呼噜呢？夫人，真的不是我打呼噜，你看我都醒了，这呼噜声还有，说不定是守夜的下人在打呼噜。你去外面提醒一下，要是累了的话，就让他们直接回去休息吧。大人，林默在这个动静中都丝毫没有醒来，反而睡得更香了。我就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哎，这糟心宿主，有这么一个糟心女儿，林家也真是够惨的。那玩意儿醒了没有？赶紧给我弄醒！大晚上睡在我门口，是想吓死我和他娘吗？那玩意儿醒了没有？赶紧给我弄醒！大晚上睡在我门口，是想吓死我和他娘吗？好家伙，这糟心丫头居然是穿着朝服睡觉，这是打算醒来之后连衣服都不用换直接走是吧？哥，你干嘛呀？我还要上朝呢。你这个时候吵我睡觉，等会儿你帮我去上朝吗？你知不知道上班很累的？还上班很累？你看看你干的好事，你看你把咱爹给吓的。大晚上你不在自己的房间睡觉，跑到爹娘的房门口干嘛？这怎么回事啊？怎么人都在？都是因为你打呼噜引起来的。一个女孩子家的，怎么打呼噜跟驴叫似的？
你爹娘都被你呼噜声吵醒了，然后你爹就打开门一看，被你给吓到了，然后场面就变成了现在这样。虽然我没有其他的宿主，但是我觉得你应该会是我现在以及未来遇到过的最糟心的宿主。这系统讲话也真的是挺好玩的，形容的也挺到位的。这呼噜声可不就和驴叫似的吗？那个爹，你没事吧？我真的不是故意吓你的，我说晚上失眠睡不着觉，又怕第二天上班耽误了，所以才想着在你门口打地铺的。这是一个什么脑回路啊？耽误上朝跟在门口打地铺有什么联系吗？我就是想着早上爹起床的时候，顺便可以把我叫醒带走，这样不是两全其美吗？你看我连朝服都换好了。胡闹！你个姑娘家怎么可做出这样的事情？这件事情要是传出去了，啊，那你的名声还要不要？今天看你是第一次犯，我就不追究了。以后你要是再干这种缺德的事情，看我怎么收拾你。看来以后不能在门口打地铺了。所以你还是没有放弃打地铺的想法是吧？还好现在是祸害爹爹，要是让我带着小妹去融入那些贵女圈，那我真的感觉自己人生都是灰暗的呀。他们林家世代簪缨，怎么就出了小妹这么一个胡闹的呢？很好，上朝的时间到了。这一晚上一家人都没有睡好，林家的事情很快就传了出去，毕竟偷偷盯着他们家的人也不少。这林家小丫头实在是太好玩了啊！她是怎么想的？把地铺搭在她爹娘门口，她难道就不怕吓死她爹娘吗？听说是小林大人晚上睡不着，又怕第二天耽误早朝，所以就干出了这样的事情。关键是他刚刚睡下就打起了呼噜，然后把屋子里的林尚书和林夫人全部都吵醒了。林尚书差点被吓晕啊！这林默这人实在是太好玩了。林尚书这古板性子是怎么养出这么一个女儿的？不对，这林尚书年轻的时候追林夫人好像也挺不要脸的，只是后来才慢慢变沉稳了。要不是我3个皇儿成婚了，我都想让她来当我儿媳妇了。皇上，您是认真的吗？今天你给我安分一点，知不知道？不听，王八念经。你才是王八，你全家都是王八。不对，这小混账是我的亲生女儿，不能这么骂。哎呀，林尚书到了呀！小林大人来了没有啊？尚书大人可是生了一个好女儿啊！可不是嘛，听闻尚书大人家里的大公子和大小姐也是人中龙凤，尚书大人可是好福气。你说我怎么就没有这样的福气呢？生下来的孩子全都是来讨债的。哎呀，果然个人有个人的命啊！你们没事吧？大早上的抽什么风？林默倒是非常开心的和那些大人聊得起来，整个就是一个游刃有余。不一会儿，他就把跟他聊天的那个大人的信息全部都给透了出来。宿主，别问了，人家底裤都还给你问没了。我觉得你是干错一行了，你适合去当包打听。人家好好跟你聊个天，你把人家家里事全部都给套出来了，有这样聊天的吗？靠，他居然还真的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被透出来了。啊，这不是他们主动和我聊天的吗？你不是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性格，这聊天不八卦，那有什么好聊的？不过这位大人还是不错的，就是听他的描述，他好像是个妻管严。你不要乱说，我怎么可能会是妻管严？我可是一家之主。宿主，你这能力是真的厉害了，真不愧是在各大丫鬟婆子中锻炼出来的。人家千金小姐从小都是学琴棋书画，你从小就是背着个小马扎去听八卦。哪里，过奖了。这琴棋书画，京城中的千金小姐基本上都会。
我总得玩点不一样的吧，这样才能显现出我的与众不同。丢脸，实在是太丢脸了。怎么还不上朝啊？今天的时间怎么过得这么慢？终于，在林尚书快要崩溃的时候，李公公过来通知上朝了。这么快的吗？我们好像才刚到啊。快个屁呀，快！到了朝堂上，林默乖乖地站在了李大人身后，开始发起了呆。朝堂上的各位大臣们开始商讨起了国家大事。皇上，护国将军的事情，臣已经查出了一些蛛丝马迹，他和齐王府联系颇深。齐王生前驻守边关的事情，我也查出来了一些东西，还请皇上过目。虽然昨天已经知道了护国将军跟齐王府的事儿，但是具体查出来的比昨天系统说的还要多，甚至还要荒谬。说起来也真的是搞笑哈，他堂堂一个皇帝，居然被一个死人骗了这么久。皇上，信王殿下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也该是时候为他找回公道了。好像今天处理的事情就是昨天他八卦的事情吧。系统，你不是说信王的腿受伤了吗？那他的腿还能治吗？他可是为国家征战的大英雄，要是真的残疾了，那真的是可惜了。众人立即支着耳朵听着，确实他们也是这么想的。当然可以治，就是一些陈年旧伤堆积在一起的问题。他的腿当时断了的时候没有接好，齐王对他又不好，自然不可能派好的医师给他，所以这才导致耽误了病情。堂堂王爷受伤，皇上也不管的吗？我记得皇上不是这么冷心冷情的人呢。皇帝当然是个好的，他当初还特地派了最好的太医，搜寻了最好的药材过去，只不过全部都被齐王给昧下来了。新王就算是知道，又无可奈何。太医回来之后也不敢做过多的声张，毕竟他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医，怎么能够斗得过王爷呢？而且齐王当时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说是他一个小小的太医简直小菜一碟。后来回来之后，他就告老还乡了，骨头没有接好，就只能打断重新接了。只不过这个不是玩的事儿，必须得医术高明的人，有经验的人才敢干。唉，我真是好人没好报啊！那个齐王一家子荣华富贵享尽，信王却被欺压了大半辈子。皇上，齐王利用自己的身份无恶不作，还请皇上严惩齐王府，特别是齐王世子。信王殿下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一定得好好讨回来呀。还好我在膝盖上面绑了棉花，不然就扑腾一下跪下去，膝盖都碎了。齐王府和护国将军的事情就交给大理寺去办，至于信王，这么多年的委屈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消除的，慢慢来吧。对于这个弟弟，他还是挺愧疚的，要不是他忽视，齐王也不可能这么欺负他。靠，谁在前面放屁了？这个味道，太冲人了。这丫头是情绪粉碎机呀。谁放屁啦？他们没有放屁，哪个人放屁啦？居然还连累他们，赶紧自己主动站出来。兵部侍郎放的屁，他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吃了一把炒豆子，这个屁自然就放的臭了。早知道早上就不吃这个炒豆子。哎，现在怎么没人说话了？该不会是大家都闻到臭味了吧？有兵部侍郎的大瓜，你要不要听一听？要，有瓜不吃那是傻瓜，肯定得听啊。刚刚那么沉重的话题，终于可以听一听瓜，缓解一下了。他现在无比后悔自己为什么要放这个屁呀？要是不放屁，是不是就不会被这小祖宗给盯上了？宣德帝让所有人都站了起来，然后又开始商讨了另外的事情，只是他们都分了一丝心神在吃瓜。兵部侍郎的小妾跟他的管家偷情啦！兵部侍郎的小妾跟他的管家偷情啦！惨呐，真的是太惨了！赶紧说，怎么偷的情啊？
这管家长得很帅吗？我看兵部侍郎也是一个帅大叔啊，难不成他家的管家长得比他好看？那个管家长得贼眉鼠眼，肯定是没有兵部侍郎好看。但是谁让兵部侍郎忙呢？他天天早出晚归的，一回到家大部分时间也在夫人的院子里，而且他有3个小妾，这样一分的话，其他人见他面的时间不就不够了吗？那个小妾就是因为寂寞难耐，所以才和管家偷情的。至于为什么他们偷情没有被发现，那自然就是因为兵部侍郎太喜欢工作了，一回到家和夫人聊的也都是工作上的事情，老两口简直就是工作狂与工作狂的结合。厉害了，想不到这世上居然还有人喜欢工作。要不把我这个职位也让给他吧，我天天在家里躺着多舒服啊。你倒是想得挺美。要不是他派了这么多工作给兵部侍郎，那这件事情应该不会发生吧？你说既然没时间，为什么要纳那么多小妾呢？他这么喜欢工作，而且妻子也和他是志同道合的，干嘛非要纳小妾呢？搞不懂，真的搞不懂。这个小妾可不是兵部侍郎主动要的，是他的老母亲给的。他的母亲很不喜欢侍郎夫人，所以动不动就会给侍郎夫人使绊子。这个小妾就是他母亲的替身丫鬟，他母亲做主把这个丫鬟抬成了姨娘。原来是被迫的呀，家里有一个不拎清的长辈也真的是挺造孽的。世界上最难处理的关系就是婆媳之间的关系。对的对的。其实长辈有时候真的不应该插手小辈的房里事，儿孙自有儿孙福，插手这么多干嘛呢？年纪大了，好好的养身体，好好的颐养天年不行吗？非得搞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家里有一个好的老人，那就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有一个脑子不清楚的，那真的是祸害一家人。对的对的。想不到这邻家小丫头年纪不大，想法倒是挺成熟的。哎呀，最惨的就是兵部侍郎了，那个小妾还怀了孕呢。他家那个老夫人知道小妾怀了孕之后，简直就是把那个小妾给捧在手心里。自己儿媳妇生的正经的孩子不喜欢，偏偏喜欢自己儿子被戴绿帽子的产物。哎呀，搞不懂，真是搞不懂。虽然大家都很可怜兵部侍郎，但是这个瓜大家也是吃得心满意足。爱卿啊，这件事情朕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不过朕觉得你首先得处理好的是你家老夫人。老人家嘛，年纪大了，该养老的就养老，后宅的事情就让他少掺和了。我记得你夫人还不错，她管理后宅，你应该可以很放心。臣知道了，这件事情臣一定会处理好的。处理好了和朕说一下。吃瓜也得吃一个完整的瓜是吧？最好那个小妾的下场他得知道。父皇，您这不是往人家的心口上扎刀子吗？人家家里的事情您就不要掺和了吧。怎么能叫做掺和呢？父皇这叫关心臣子，他要是连家里的事情都处理不好，怎么处理国家大事呢？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二哥说的没有错。得了，全家就我一个是正经人，要是有后续了也告诉我一声。你们这一家子真的是一模一样啊！你这个混账玩意儿是想干什么？小莲还怀着孕呢。娘，以后家里的事情你就不要掺和了。夫人管家挺好的，这个小莲，她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她自己知道。我居然被瞒了这么久，也是我愚蠢。家里的小妾和管家偷情，这说起来也真的是好笑啊。要不是娘你这么纵容她，她怎么敢干出这样的丑事？他对林默还是蛮感激的，虽然他当众揭露了这件事情，落了他的脸，那要是不把这件事情揭露的话，他这个绿帽子恐怕就得戴一辈子了，还得养别人的孩子。兵部侍郎让人随便一查就查出了很多的证据，管家的房间里啊，甚至还搜出了小莲的肚兜。你们这样对得起我吗？你
你们这样对得起我吗？小莲啊，我可是从来都没有亏待过你的呀。你要是没有亏待我，为什么不让我做正妻？你不是一向不喜欢夫人吗？为什么不让大人休了她，让我做正妻？当个姨娘有什么好？还不是一个伺候人的。你是什么样的身份，居然还想当正妻？你不过是一个奴婢，你忘记是谁把你给买回来的啦？我把你带在身边将近10年啊，就算是养一条狗都养出感情了吧？你现在居然做出这样的事情！我虽然不喜欢卫氏，但是卫氏是正经的官家小姐出身，你拿什么跟她比？而且你就算是做姨娘，那也是风风光光，府里的其他2个姨娘根本就比不过你，你过得甚至比一般人家的正头夫人还要好，你说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母亲，够了，她还怀着身孕呢。本朝律法，男女通奸者流放千里，直接把他们送官吧。流放千里，夫人，我真的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您可以把我给发卖了，求您千万不要让我被流放。就让他被流放，让他死了都太便宜他了。林默回到家之后，就听着系统对这边的转述，听得津津有味。在吃饭的其他4个人也听得津津有味。其实有一个这样的系统也挺好的，可以用来打发时间。那老太太怎么办？这件事情归根结底好像是她的责任，如果不是她乱点鸳鸯谱，那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兵部侍郎打算把这个老夫人送到老家去，由老家的族老管着，这老夫人也翻不起什么水花了。你说为什么有些人要自己作死呢？你看一个老太太在儿子身边过得还不舒服吗？有丫鬟伺候着，每天被人当老祖宗似的供着，就这样还不满足，还要挑事情。现在好了吧，要不送到老家去了。在老家他的辈分可就不是最高的了，还有那些族老们呢。他这一次干的事情可不是什么小事儿，都差点混淆了家里的子孙后代，族老们肯定不会放过他的。自作孽不可活呀！看来兵部侍郎也不是那种愚孝之人，朕最不喜欢那种愚孝之人了，那种人害人害己。没想到这件事情，皇上居然提前知道了，这都已经不需要侍郎大人来禀告了。我听到的和他亲自说的怎么能一样呢？明天还是得让他自己亲自说一说。不过把家里的那个老夫人送走之后，相信他家情况会好很多。哼，就是那个老夫人自作孽呀。你什么时候这么文艺了？什么叫我什么时候这么文艺了？我一直都是一个文艺少女，好不好？文艺少女这个词儿跟您搭边吗？林七从书房一出来，就看到屋顶上某个家伙跟猴子似的在上面乱窜，不用想就知道那家伙是谁。林尚书看着儿子往那边屋顶上面看，他也跟着看了过去，不过他的眼神没有儿子好，看不清楚屋顶上面是个什么东西。咱们家什么时候有猴子了？那屋顶上面怎么有一个猴子在跳舞？咱们家什么时候有猴子了？那屋顶上面怎么有一个猴子在跳舞？那不是猴子，那是你女儿。然儿啊，她这是在屋顶赏月作诗吗？您看一下那个动作和姿势，您觉得然儿可能会做出这样的动作姿势吗？那是墨儿，他爬到屋顶上面撒欢去了。啊，他又要搞什么事情？不行了，我得去看一看。这丫头大半夜不睡觉爬到屋顶上面干嘛？要是摔下来了怎么办？啊，月亮，你真美呀！你美的就像是一个大饼，看起来就好吃。怎么样，我这个诗做的不错吧？我这是体验派、生活派诗人。你开心就好。你说你没有文采就不要秀了，好不好？你大哥和你爹来了，赶紧从上面下来吧。我不，
我得让他们见识一下我的文采。反正明天又不用上朝，休息3天呢。爹哥，我用你们做形象，给你们做一首诗吧。不用，你好好的把你的文采留着吧。你们的头真圆哦，好像一个大皮球。快点记下来，快点记下来，让皇上也乐一乐。哎，赶紧想办法把他给弄下来吧。这要是摔下来了，不断胳膊也得断腿。你以为我不想让他下来吗？可是你看他现在，能听得进去我说的话吗？我能听得进去，你说话呀。得了，看来是真的醉了。来，我给你们跳一个舞。不要！荡秋千喽！这糟心玩意儿啊，这简直是要我的命啊！我的天哪！你自己要作死可千万别带上我啊！我可是一个新生的小系统，我还没有活够呢。哇，这个东西束缚了我，不然我一定要给你们表演一个飞天。还飞天是吧？你看我现在还让不让你飞？刚刚不敢动手，是怕这个家伙被吓到摔下来，现在就没有这个顾虑了。不一会儿，惨叫声就响了起来。这一次是4人混打，惨呐！惨呀！实在是太惨了。哎呦，真的是太乐了！这林家人的生活有林墨呀，是真的热闹。我从来不知道做事可以这样做，也不知道跳舞就是从房顶上面跳下来，还表演飞天呢。真的是笑死我了！来，把这件事情让大家也乐一乐。正好这3天不用上朝，大家在家里可能也会无聊，这件事情正好让他们开心一下。你还记得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吧？你差点就把你自个儿的小命给玩完了。我是想带着你和我一起吃瓜，不想让你变成别人吃的瓜。为什么你就不提醒一下我呢？实在是太丢脸了。我还没提醒你吗？从喝酒开始我就开始劝你，后来你爹娘来了我也提醒了你，结果你还越来越起劲儿。二小姐，大人和夫人还有大少爷大小姐已经在等着了，你要是再不出来，他们就亲自过来了。我不吃了，你去告诉他们我不吃了。二小姐，大人和夫人还有大少爷大小姐已经在等着了，你要是再不出来，他们就亲自过来了。我不吃了，你去告诉他们我不吃了。哎呀，你消消气，又不是什么大事儿。而且我觉得你昨天的事情还没有你在你爹娘门口打地铺的事情丢脸呢。再说了，你脸皮不是厚得很吗？这么在意干嘛？人活一世，不就是要活一个自在吗？怎么感觉你现在还别扭了呢？我自己主动丢脸和被动丢脸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总得让我有一个心理准备吧。在我爹娘门口打地铺那我是知道的，可是这喝醉之后的事情是我不知道的，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反正你让我一个人缓一缓吧。既然他不吃的话，那我们就先吃吧，反正一顿饭不吃也饿不死人，他要是自己饿了会自己主动找东西吃的。姓王殿下这么多年的委屈终于可以沉冤昭雪了。皇上已经说了，您的伤他会尽全力帮您治好，现在太医们都在为您的伤想办法呢。是啊，齐王府和护国将军府现在已经被抄了，从他们府里搜出来了不知道多少金银财宝和稀世珍宝，可想而知他们这么多年做了多少坏事。现在国库正空虚，皇上连自己的内库都做不起了，他们居然还敛了这么多的钱财，享受着荣华富贵和尊贵的身份，却一点都不为天下百姓着想，被抄家也是活该。哎，你说皇上连自己的内库都做不起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周围的人都是自己人，也是知道林墨事情的。之前皇上不是一直跟我们哭穷吗？我们还以为他是装的，毕竟身为一国之主怎么可能穷呢？后来因为一些事情，
我们知道了皇上居然连内裤都是有洞的。他不是喜欢赏赐功臣牌匾吗？本来我们都以为这是皇上的喜好，而且牌匾可以流传下去。可是后来经过一些事情才发现，皇上赏赐牌匾没有其他的意思，纯粹就是因为穷，因为其他的他也赏赐不起。原来你是这样的皇兄啊，果真是深藏不露啊。那位大人还把最近朝堂上面的事情全都跟信王说了一遍，包括林默和系统的事情。信王听的那叫一个目瞪口呆，都觉得他们这是在讲神话了。你们说的这事情真的是认真的吗？居然还说起了鬼神。要是真的有鬼神的话，那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做坏事？难道他们就不怕被报复吗？这些人的脑子没问题吧？都是朝廷命官了，居然还信这些鬼神？这么多的圣贤书都白读了吗？哎呀，王爷，那个系统不是鬼神，就是一个吃瓜系统。吃瓜系统的意思呢，就是看人的笑话。林默虽然是林尚书的女儿，但是完全就是一个不思进取的。林尚书因为怕这个女儿饿死，所以才给她谋了一个官位。现在这个小林大人每天就带着这个系统满朝堂的吃瓜，皇上的内裤也是他说出来的，包括齐王和护国将军的事情也是他吃瓜吃出来的。哦，最近还出了一个兵部侍郎小妾偷情的瓜。怎么感觉你们的生活过得这么精彩呢？你们上朝不是去商讨国家大事的吗？怎么还每天吃瓜呢？怎么感觉你们的生活过得这么精彩呢？你们上朝不是去商讨国家大事的吗？怎么还每天吃瓜呢？殿下，不过这个事情啊，得千万瞒住林默，他还不知道我们能够听到他的心里话呢。我提前跟王爷说，也是怕王爷以后上朝说漏嘴，万一真的说漏嘴了，那我们不就听不到这么多好玩的事情了吗？因为最近齐王爷和护国将军府被抄了，国库都被填满了，我们难得的有钱了呀。如果以后再有什么贪官污吏，那直接把这个小林大人给派出去，让他当场吃瓜，这样我们能够听好戏，又能够惩罚贪官污吏，而且国库又能添一笔钱财，这简直就是一举三得呀。他是个窝囊的，因为怕害了妻子儿女，所以这么多年一直躲着，避着齐王的锋芒。他没有母家，没有靠山，所以就只能靠自己。不过现在好了，齐王府已经连根拔除了，他的光明终于来了。我真的是从来没有这么讨厌过休息呀！以前真的是巴不得休息2天，现在这1天不去上朝啊，身上是真的不舒服。谁不知道你是去干嘛的？真不知道林夫人什么时候把女儿带出来走一走，也让我们跟着八卦一下呀。你说今天这丫头会吃谁的瓜呀？朕倒是希望她多吃几个贪官污吏的瓜。你是不知道，看着这满当当的国库，朕心里有多舒服。朕自从登基以来就没有这么有钱过。做皇帝做到这份上，也真的是没谁呀。皇上，既然有钱了，那不如把您这穿在里面的衣服给换一下吧。这都补了不知道多少次了。虽然您的内裤换成了新的，但是您这些内衫也太旧了。换什么换？我觉得挺好的，衣服就是要穿软了才舒服，还能穿呢。就算是有钱了，也改不了你这抠门的德行啊。这一早上，林默居然难得的没有和系统八卦。宣德帝往他那边看了好几眼，在场的所有官员们一边商量着国家大事，眼睛也一边不住的往他那边看。眼看着这早朝的时间都过了一半了，要是再没有八卦的话，那这一早上就浪费了。宣德帝轻轻的咳了咳，哎呦，曾爷呀，我一个史官居然还得在早朝上面把别人给叫醒，干了大半辈子，还是第一次在早朝上面干这样的活呢。
李大人伸出手指，轻轻地推了一下林默。大哥，你说他是怎么在上朝的时候睡过去的，而且还是站着睡觉？你问我怎么知道？我也是第一次见。在朝堂上面睡着，估计你也是第一人了。啥？他睡着了？林默一抬头就看见所有人都在看着他，包括坐在上面的皇帝。怎么办？怎么办？皇上该不会把我的头给砍了吧？怎么办？怎么办？皇上该不会把我的头给砍了吧？他是这么残暴的人吗？他一个明君知不知道啊？林默，你倒是大胆，居然敢在早朝睡着，你可知罪？知罪，臣知罪。臣不该在早朝的时候睡觉，不该在睡着了之后没站稳倒下。所以你是不该睡觉，还是不该没站稳倒下？重点错了，你后面那句话可以不用补充，知道你自己不该睡觉就行了。可是我控制不住自己不睡觉啊，而且我也不能保证下一次会不会睡，只能够努力控制下一次睡觉不倒下了。笑什么笑？憋住！行了，念你初次犯，就不追究你的过错了。不过以后这样的事情可不能再犯了。臣以后绝不会再犯的，绝对不会在睡觉的时候倒下的，一定苦练站着睡觉的技巧。都给我毁灭吧！绝对不会在睡觉的时候倒下的，一定苦练站着睡觉的技巧。都给我毁灭吧！小林大人赶紧起来吧，地上这么凉，对女孩子家的身体也不好。系统，我怎么感觉这三皇子特别像笑面虎呢？口蜜腹剑的那种，他是不是想要算计我啊？你才笑面虎，你全家都是笑面虎，关心你还关心错了是吧？我就多余说那个话。哦，这三皇子只是看起来聪明，长了一张精明脸，实际上脑子不太行呢。得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小儿子脑子不太行了。系统，你怎么知道这个三皇子脑子不太聪明呢？他到底干过什么事情啊？也没干过什么事情，就是他小时候不想上学堂，所以学着后宫的妃子装病，但是那个妃子是假装怀孕，所以呀，这妃子呕吐，他也跟着呕吐，妃子难受，他也跟着难受。那个妃子为了争夺宠爱，故意去找皇帝，然后说：“哎呦，肚子里的小孩在踢他呢。”三皇子知道了，也去找他的父皇，然后说他肚子里的小孩在踢他。然后皇帝看着他就陷入了沉思，然后下一秒钟他就被打屁股了。那一年他5岁。这到底是什么喜剧人？到底是什么喜剧人？他想要装生病，不是有很多种装法吗？为什么非得学人家装怀孕？三皇子的脸色通红，整个人就和小龙虾一样。你说你装感染风寒不行吗？你非得装人家怀孕。当时他在批阅奏折。父皇，你摸摸我的肚子，是不是里面的孩子在踢我了？系统，除了这件事情，三皇子还做过什么不聪明的事情吗？他应该做过不少这样的事情吧？干嘛要吃我的瓜呀？这么多人，为什么非得选中我呀？早知道我刚刚就不多那个嘴了。三皇子做的不聪明的事情多着呢。他6岁的时候学画画，那天他们老师教他们画乌龟，他直接画了一个王八，而且还画上瘾了。后来每次做作业他也不写自己的名字了，就拿王八代替。每次作业太子和二皇子都是乖乖署名，就他在署名那里画了一只大王八。所以他这是把自己当王八是吗？我去你的！还有呢，他7岁的时候晚上不小心尿了床，但是他又怕被人发现，所以他就把自己的铺盖和二皇子的换了，还恶人先告状说二皇子尿床了，但是他没有换自己的裤子和衣服，大家就看着他穿着湿漉漉的裤子指责二皇子尿床。嘿，还有呢，他和三皇子妃的相遇也特别奇特。三皇子妃是将门之女，性格大大咧咧，没有心眼儿。
三皇子一眼就相中了人家。但是三皇子妃喜欢的是身强力壮、具有阳刚之气的男儿。三皇子生得太秀气了，后来他为了证明自己有阳刚之气，就天天跑到三皇子妃面前打拳，搞得三皇子妃以为他是过来挑衅的，然后2个人一见面就打架。这种追人的方式，古往今来都没有见过。三皇子的脑回路到底是怎么长的？有你这么追人的吗？也难怪人家以为你是过去挑衅的。有一个这么不聪明的弟弟，有时候真的挺让人着急的。不过这人怎么把三皇子妃追回来的？那三皇子到底是怎么把三皇子妃给追回来的？按照他们这一见面就打架的情况，这追回来的方式应该也很奇特吧？他也记得自个儿女儿跟三皇子2个人是一见面就吵架，可是后来某一天不知道是怎么回事，2个人就掺和到一起去了。也不是很奇特，三皇子妃不小心把三皇子打骨折了，然后三皇子就借机赖上了人家，说要让人家负责呢，然后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抱着人家大腿哭诉，说自己以后残了没人要了。三皇子妃看他也是实在可怜，然后就答应对他负责，他就这么抱到美人归喽。果然啊，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呀。三皇子内心虽然崩溃，但是他觉得这个方法没有错，至少他把人给娶回来了。只要结果是好的，过程管他呢。他们干嘛都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讨媳妇儿用点心机怎么了？你开心就好。啊，不行了，我得睡个回笼觉，在吃饭前不用叫我。还睡什么回笼觉？要不要我们出去转一转？其实这京城里也有很多瓜的，京城里的瓜可能比朝堂上面的瓜还要精彩。哎呀，赶紧出去转一转吧，也好让我收集一下能量。你又没有干什么活，每天就是杵在那里，有什么累的？你就让我睡一会儿吧，等我吃完中饭再带着你出去逛一逛，顺便把我大姐带上。我大姐经常出去参加宴会，到时候看下午谁家有宴会，带你去逛一逛。好，宴会一般都是尸骨多发地，又有瓜吃了。什么？你说他今天下午要出门？不行，绝对不能让他一个人出门。现在京城里想杀他的人不知有多少，很多贪官污吏生怕他把自己的事情爆出来，所以肯定会找机会下手的。虽然说皇上已经派了人在暗中保护他，但是难免不会百密一疏。那等会儿我要怎么拒绝他呀？突然不让他出门，也总得找借口吧？看着这一家4口把头发都要挠秃了，躲在暗处的暗卫终于忍不住现身了。那个林大人、林夫人，我们已经检验过了，小林大人身上的那个系统它有防护功能，也就是说它可以保护小林大人，就连我们都不敢太过于靠近小林大人，所以你们就放心吧。那你在我们想办法的时候干嘛不说？看我们的好戏是吗？中午，林默一边吃饭一边和系统商量去哪里玩了。其实不去宴会上面也可以，我带你去街上逛一逛，到时候别人家里的八卦也挺好听的。就不能2个都要吗？咱们先去宴会，然后在回来的路上去街上逛一逛，两全其美啊。也不是不行，不过今天好像是谁家的宴会来着？哦，好像是长宁侯家小姐的宴会吧。我和她不怎么熟，不过她和我大姐的关系不错。宿主还真的让我检测到大瓜了，就是长宁侯小姐的大瓜。她举办这个宴会是有目的的。什么目的？赶紧说一说。现在不好说，等去了宴会上面再和你仔细说吧。对着当事人说，能量能更足，而且你听的也更有代入感。我们想要听啊！你们去参加宴会，我们又不去。你们2个姑娘就这么出门也不太好，万一到宴会上面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办？不如我带着你们一起去吧。不是，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要脸了？你下午不是还要读书的吗？想不到你居然是这样的大哥，吃瓜比读书还要重要是吧？行啊，那大哥就跟着我们一起去。
要不我也跟你们一起去吧，正好我跟长宁侯夫人也有点交情，而且去参加宴会的夫人也不少，我一个人在家里也挺无聊的，还不如去和大家联络一下感情。所以你们就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是吧？你们都走了，那我怎么办？在宴会上，大家看到林墨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有点奇怪。他们都知道林墨和系统，毕竟这件事情皇上还是下了旨意下来的，所有人就算是知道也不能透露半点。不过林墨来这个宴会是想干什么？难不成这个宴会上面也有瓜吃吗？你妹妹来了怎么不提前和我们说呀？也好让我们好好的准备准备。唉，那也得我有时间啊。果然，这种宴会跟我想象的差不多，来的人都是俊男美女啊，这应该是一场高端的相亲宴吧？俊男和美女的结合生的孩子自然好看，而且又被精心的养着，这要是不好看就奇怪了。长宁侯小姐的瓜你还要不要听？要。长宁侯小姐的瓜你还要不要听？要。不是，怎么吃瓜吃到我身上了？长宁侯夫人现在正准备给长宁侯小姐找夫婿，她相中的是自己娘家的一个侄子，那个侄子吧，在外面的名声还不错，年纪轻轻也中了举，所以长宁侯夫人想着，这肥水不流外人田，干脆两家亲上加亲，女儿嫁到自己娘家也不会受到什么委屈。听你这么说，该不会是那个侄子有问题吧？怎么都喜欢亲上加亲呢？近亲结合容易生出畸形儿的，难怪有些人家生出孩子总是容易夭折。有血缘关系的表亲最好不要结合，容易祸害下一代。确实，现在很多孩子生下来之后，很多都养不大，有些本来生下来的时候好好的，养着养着身体就越来越差。原来居然是近亲结合导致的呀！是啊，所以最好不要近亲结婚。长宁侯夫人这个娘家的侄儿吧，长得人模狗样的，但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渣。长宁侯夫人这个娘家的侄儿吧，长得人模狗样的，但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渣。他不仅经常出入烟花场所，而且还在外面养了外室，这个外室已经给他生下2个孩子了。这个事情连他父母都不知道，瞒他可死了。所以他这是打算骗婚是吗？太恶心了吧！有些男的真的好恶心呢，也不知道在场的这些有几个人渣。就是，太恶心了。不是啊，那个人是人渣，我们不是啊。他没想到千挑万选，居然给自己女儿挑了一个这样的人。还好还没有交换庚帖，还没有定亲。要是等成婚之后再知道这些事情，那就真的完了。在场的公子们人品还是不错的，你不要因为一个人渣就牵连所有人。这只是一颗老鼠屎而已。啊，这颗老鼠屎叫做柳轩。是的，我们都是好人，我们才干不出这么渣的事情。你赶紧继续说吧，看看那个渣男还有什么更渣的操作。你赶紧继续说吧，看看那个渣男还有什么更渣的操作。确实是还有更渣的操作，他打算把长宁侯小姐娶进门，让她怀孕了之后才告诉她外室的事情，到时候一切都水到渠成了。而且长宁侯小姐肚子里已经有了孩子，一般人为了孩子大部分都会吞了这口气的。我呸！不过那个外室也不是个好的，他生下第一个男孩后就把他的心气儿给养大了。柳轩虽然对他挺不错的，但是他现在已经不满足于此了，所以他还勾引了这柳轩他爹，也就是长宁侯夫人的2哥。这2个孩子，大的是这个柳轩的，小的这个是柳轩他爹的。也就是说，柳轩现在养的这2个孩子，大的是自己的儿子，小的这个是自己的弟弟。林墨感觉自己的 CPU 都快烧干了，这个外室有点牛逼呀！果然渣男自有天收。我感觉心里突然畅快多了，是怎么回事？渣男活该！长宁侯夫人气得2眼发昏，恨不得现在就去娘家把这件事情弄清楚。真的没想到这外面的人居然玩得这么花呀！长宁侯夫人父亲好像是柳翰林吧？他那个2哥
好像也在翰林院当差是吧？有时候长得老实的人做的事情可一点都不老实。也不知道柳家怎么处理那个外室，一个是孙子，一个是儿子，乱，实在是太乱了。林默和系统把这个渣男骂了800句不重样的，所有人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么多骂人的话。宿主，和你一起骂人实在是太爽了，我也算是真正了解到什么叫做出口成脏。哪里，我就是会一点骂人的皮毛功夫而已，和真正骂人的大佬比起来，哼，还差得远了。你确定你这是骂人的皮毛功夫吗？你这要是皮毛的话，那我们就是小孩子过家家。不过有成语叫做出口成脏吗？你小妹在家里是不是经常骂你们呀？我感觉她骂人骂得好熟练呢。你妹妹才骂你们呢，我小妹最温柔不过了。大哥，你这滤镜有点太深了吧？林默一个人坐在凉亭里面吃吃喝喝，没有一个人敢上来和他搭话。大家虽然对他很好奇，但是对和他交往还是挺谨慎的，毕竟谁也不想让自己的事情成为瓜。长宁侯夫人和长宁侯小姐2个已经率先走了，虽然他们是东道主，但是大家也能理解他们现在的心情。大家全部都化身成了瓜田里的茶。长宁侯夫人和长宁侯小姐好像抓住了那个柳轩养外室的证据，现在正在往刘府赶呢。就算是要闹事儿，那也得寻个由头啊。所以长宁侯夫人立马就寻了一个由头。从系统的角度看来，那就是抓住了蛛丝马迹，然后直接去算账了。主人是个缺心眼，系统也是一个缺心眼，2个除了吃瓜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管，不然可能早就发现他们俩的心声被听了。嘿嘿，打上去，把那个渣男打死！姑姑表妹，我真的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事情。我清清白白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外面养外室呢？你不承认没关系，人证我都带来了，那个女人我也带来了。我府里的下人看到你经常出入一个巷子里面，所以好奇就跟了上去，结果就看到你进了这个女人的院子，2个人还没有进院子就开始亲热了，而且这女人的2个孩子都叫你爹，这种不可能是乱叫的吧？郎君救我！我怎么不知道这个女人居然是自己儿子的外室？她说自己是一个寡妇呀！混账东西！你就说你认不认识地上这个女人？这女人的2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本来还想着亲上加亲，外孙女嫁过来之后，他们肯定不会苛待外甥女，这一切都挺好的。结果没想到这个混账居然在外面养外室，居然还生了孩子。爹，你也不用表现得这么生气，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想法，不就是想在我面前表演一下，然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吗？我很明确地告诉你们，这件事情绝对不可能善罢甘休的。在看到柳轩出入这个女人院子里的时候，我就让人提前去盯着。你猜后来又看到了啥？爹，你身体好得很，就不用在这里演了。这个女人不仅和柳轩勾搭在了一起，还和二哥也有关系，父子俩和同一个女人有关系，真的是笑话了。这场宴会果真是来对了，不仅吃好喝好了，居然还听了这么一出好戏。这件事情的结果就是，柳轩和长宁侯小姐的事情彻底的崩了，那个外室直接被送走了。至于那2个孩子，虽然系统知道那2个孩子是谁的，但是有关于家族血脉的事，这可不是什么小事，所以那2个孩子也被送到了庄子里面去了。其实衣食无忧已经很不错了，一般的普通人家还得为生活奔波，这2个孩子要是不自己作死的话，安安稳稳一辈子肯定是没问题的。一般的普通人家还得为生活奔波，这2个孩子要是不自己作死的话，安安稳稳一辈子肯定是没问题的。主要就是摊上了这么一个老娘，如果那个外室不去勾搭柳二叔，那这2个孩子血脉也不会被混淆，下场肯定会比现在好一些。
在这儿又没有认亲的技术，滴血认亲本来就不科学，所以这2个孩子真的算是被他们那个老娘给毁了。你这个妹妹算是把柳家给毁了，柳家还有2个姑娘没有嫁人呢，你这妹妹算是毁了人家的一辈子。杨宁县主说的这是什么话？我妹妹怎么就毁了柳家2个姑娘了？分明就是柳家那个柳轩毁了他们柳家。而且我妹妹和系统的对话都是在心里对话，从来没有说出来过。你要是不愿意听，你可以不听，没有人逼着你听。如果这件事情没有被暴露出来，那害的将会是长宁侯小姐。长宁侯小姐可能会因此毁了一辈子。你可怜柳家的2个姑娘，为什么就不可怜一下长宁侯小姐呢？我记得长宁侯府和县主好像也有血缘关系吧？你放肆！你居然敢这么和我说话！我可是皇上亲封的县主！你放肆！你居然敢这么和我说话！我可是皇上亲封的县主！县主的身份是用您父亲的牺牲换来的，您就更应该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您这么嚣张跋扈，万一到时候连累了您父亲的名声，那就算是后悔都来不及了。这个疯女人怎么又在这里闹事？打的居然是林家的大小姐！你是生怕自己做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不被林墨知道吗？居然敢打我大姐，你找死！我爹娘都没有打过我大姐，你居然敢打我大姐，我非得撕烂你的脸不可！用点力，用点力，左右开弓！快来人，赶紧把他们2个拉开！这2个都是祖宗啊！在丫鬟去拉林墨的时候，杨宁县主抓住机会打了林墨一拳。居然敢打我妹妹，你活得不耐烦了！林然在外面的形象非常好，几乎所有的美好词汇都能够放到他身上，这一下他算是破了自己的人设了。林七本来在自家大妹妹被打耳光的时候就想冲上去了，但是被旁边的那些公子们给拦住了。女眷动手，他们这些男的要是冲上去的话，那性质就变了。君子动口不动手，3位姑娘赶紧停手吧。是啊，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动口不动手。宿主，动口咬他！紧接着就是一声惨叫，杨宁县主的胸被咬住了。你妹妹果真是与众不同啊，我从未见过如此奇特的女子。干得漂亮，打架就得这么打，不管用什么方法，赢了才对。哼，你打我大姐一巴掌，我打你一顿，这一次咱们就算是平了。要是你以后再敢动我大姐一根头发，我保证让你以后更惨。这就是一个疯子，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难怪林然一般不带这个林墨出来玩，还有这个系统也是个疯子，居然还支招。宿主，你刚刚真的是太帅了，简直是帅破天际。哎，一般一般，世界第3。哎，一般一般，世界第3。应该不只是第3吧？排第3、第1、第2，还有人敢排吗？在这场宴会结束，都没有人敢靠近林墨，林墨一个人也乐得自在。我的胸好痛啊，肯定被他给咬破了。县主，你以后还是少招惹林家姐妹吧。林墨现在受皇上看重，他身上那个系统也奇怪，而且皇上摆明是护着他的。你要是再去招惹他，真的出了什么事情，皇上护住的肯定也会是他。不招惹他们了，以后再也不招惹他们了。宴会结束后，林家4人一走，大家就整个吵起来了。我的老天爷呀，我从来没见过一个女子这么彪悍。本来我已经觉得杨宁县主的脾气已经够彪悍了，没想到和这位小林大人一比，杨宁县主还是不太行啊。我倒是觉得这个小林大人不错，他不会主动招惹人，要不是杨宁县主打了林大小姐，小林大人也不可能对他动手啊。不过杨宁县主这脾气确实该改一改了，林大小姐的身份也不低，她居然动手打别人的脸，这嚣张跋扈的脾气要是再这样下去，不知道还会惹出多大的祸事呢。哎，我说你怎么就直接动手了呢？你看你把人家给打的，人家的父亲是为国牺牲，你就算不看在僧面，也得看在佛面吧。是他先打我姐的，他先动手的，我为什么不能打回去？反正你以后不能做这样的事情了，
有很多种办法可以给你姐姐讨回公道，你却偏偏选择了最会引起冲突的一种。你现在是朝廷官员了，动手打人会给你留下把柄的，到时候有些人想要算计你，就会把事情说出来。说就说呗，反正我也不想做这个官，我在家里待着挺好的。这家伙怎么就是油盐不进呢？娘，这件事情也怪不了妹妹，主要是那个阳宁县主太嚣张跋扈了，而且就算有人追究也不用怕，这里这么多人正在呢，是他先动手的，事情都过去了，就让他过去吧。今天也是林然第一次动手打人，还别说，真的挺爽的。宿主，我赞同你的做法，有仇就得当场报，说什么君子报仇10年不晚，这都是屁话。你要真的等上10年，那你就得憋屈10年。如果能当场报仇的话，那为什么还要受这10年的憋屈？对，你说的一点都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难怪咱们俩能够搭档，原来是我们心灵相通啊！神他喵心灵相通，你们这满口歪道理倒是挺像的。林尚书听着这些事情，整个人都已经麻了。在别人的宴会上面和客人打了起来，还动口咬别人的胸，他简直都不敢想象那个画面。大人，冷静点，冷静点，这件事情是那个阳宁县主的错，是他先动手打大小姐的，所以二小姐才动手打他的。不管是谁先动的手，怎么能在别人的宴会上面打人呢？而且还是以这么下作的手段。君子动口不动手，知不知道？君子动口不动手，知不知道？当时也有一位公子说君子动口不动手，然后那个系统就让二小姐动口咬人，然后二小姐就一口咬在了阳宁县主的身上。君子动口不动手是这么理解的吗？你说这个小姐是不是脑子有病啊？她为什么非得跟一个穷书生跑呢？这个书生好像身上也没有什么优点吧，读了这么多年书还只是个秀才，他凭什么让漂亮姐姐喜欢他？因为这些话本小说都是一些书上写的呀，他们把自己最渴望的东西写进了书里面，所以剧情就是这样啊。切，讨厌，还不如去吃瓜呢。我说，你现在还不准备睡觉吗？明天就要早起去上班了。我说你一个姑娘家家，怎么喜欢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看看话本小说就行了，你怎么还看这种画册？在这个时代，这种画册除了洞房的时候会看一眼，其他的时间段姑娘们一般都不会碰的，好不好？你不懂，你不懂。再说我喜欢美色也是人之常情，你不知道这个画册上画的有多么香艳，人物画的有多么好看，这里面的女子形象妩媚多情，男子形象风流倜傥。虽然这个画册尺度有点大，但是也还是有剧情故事线的，我觉得比那些话本小说好看多了。是真的好看呐，要故事有故事，要剧情有剧情，要美色有美色，最重要的是有肉。那你看完之后可得把东西藏好一点，要是被你爹娘和大哥大姐发现了，一顿打肯定是免不了的。知道了知道了，等看完这一册我就睡觉。第二天一大早，把他给我塞到马车上面去。王爷，您的腿还没好，怎么就来上朝了呢？虽然说太医已经重新把您的腿给接好了，但是您要是不好好休养的话，很容易有后遗症的。是啊，王爷，要上朝也不急于一时啊，以后的日子多的是，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先把身体给养好。我的腿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大事了，而且这不是坐在轮椅上面吗？也不需要我动。我是真的想来见一见那个传闻中的小林大人。我是真的想来见一见那个传闻中的小林大人。你们都把他描述的太神奇了，我的好奇心都已经被勾起来了。要是不来看一看，我估计睡都睡不着了。说曹操，曹操就到。醒一醒，醒一醒，已经到皇宫了。这位小林大人果然不同凡响，居然到皇宫了，还敢这么睡觉。
我怎么越来越感觉这些朝廷命官吵架跟街上的那些泼妇没什么两样，就差互相拽头发了。我也这么觉得，你看前面丞相的牙，菜叶子都还粘在上面呢，他是打算留着当中午饭吗？赶紧转过身来让我看看，谁愿意看你的后脑勺啊？他还以为丞相镶了一颗翡翠牙，居然是一片菜叶子呀！林默整个就是一个3D 立体环绕大笑，虽然他没有动嘴巴，但是大家都听到了他这极具感染力的笑声，这一个个哈哈哈，全部都砸进了丞相的心里面。你们3个有毛病啊！这么盯着人家的嘴巴礼貌吗？丞相大人，你要不张开嘴巴让我们看一看吧，我们也正好告诉你那片菜叶子在哪个位置。不用了，谢谢殿下。皇上，西域想要寻求我们的庇护，就派了一个公主过来和亲。臣觉得外邦女子不宜嫁入皇室。传说中的西域美女，系统听到了没有？居然有一个西域美女要来。请问你是不是一个女子？为什么你内心说话的语气这么猥琐？家门不幸啊，家门不幸啊！哇，这西域美女都是能歌善舞，而且还大多数都是混血，大眼睛、高鼻梁、长卷发，超级好看。而且这一次他们送过来的是西域第一美人啊！不过这个西域美人被送过来可不仅仅是和亲哦，她是过来给皇帝戴绿帽子的。来来来，仔细和我说一说，皇上戴绿帽子是怎么回事？这个西域第一美人身上到底有什么瓜？就是她是怀着孕过来的，还是她同父异母兄弟的孩子。乱伦啊！乱伦！她是带着任务过来的，因为她长得漂亮，所以西域想要把她献给你们的皇帝，就算是皇帝不上钩也没关系。他们西域有秘制的药粉，只要皇帝沾上一点点，就能够意乱情迷，到时候他就可以给肚子里的孩子上户口啦。这西域王子的脑子真的没问题吗？他确定是过来寻求庇护，不是过来拉仇恨的。这绝对是过来拉仇恨的，哪有寻求庇护是这么寻求庇护的？帮你的忙还要被你戴绿帽子是吧？西域国王不知道这位公主怀孕了，不然当然不可能把这位公主送过来。他是真心实意想要寻求帮助的，只不过这位公主和她的2个皇兄早就搞在一起了。这位公主知道自己怀孕后一直在遮掩，后来在得知自己要被送来和亲的时候，居然还松了一口气，而且直接打算在这里给孩子上户口。是黄色，不是绿色。唉，这收美女还是得谨慎一些。西域不是有很多好东西吗？让他们送点其他的好东西来呗，什么辣椒、番薯、胡豆、芝麻、棉花什么的，这些都可以要啊，这可比一个西域公主有用多了。是啊，可以让他们多送一些这个东西过来，到时候把这些东西的种子全部都种上。切，这可比什么美女啊有用多了，这个是能造福百姓呢。今天的事情你们都听见了吧？一切都按林默和那个系统说的做，那个什么公主让她原路返回，居然想让朕戴帽子。刚刚林默和系统说的那些东西全部都记下来，告诉西域使臣，庇护他们可以，但是得把这些东西送过来，到时候派几个人跟着过去，把我们这边没有的种子全都带一份过来。林尚书开完会回到家之后，看着捧着一本画本笑得龇牙咧嘴的女儿，心里那个滋味呀，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你说这人废物吧，他有时候还挺有用的；你说他挺有用的吧，那你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像是个有用的人吗？爹，你干嘛一直看着我呀？是不是觉得你女儿我今天特别好看？他就多余在这里多看他一会儿，浪费时间。经历过上一次的宴会事件之后，林默已经成为了各大宴会的红人，毕竟谁不喜欢吃瓜呢？我怎么现在一下子变得这么受欢迎了呢？嘿，
是不是上一次宴会中，我用我的人格魅力吸引了他们？可能吧，毕竟他们可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女孩子，所以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猎奇心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瞧不起我？当然不是啊，我这个猎奇心理是褒义词。你可是我的宿主，我怎么可能会瞧不起你呢？哎，走，咱们赶紧去丞相小姐家的这场宴会吧，有大瓜。看好你妹妹，别让她在别人宴会上面发疯。放心吧，爹爹，我会好好的看着莫尔的。莫尔也不是那种没有分寸的人，他就是心大了一点而已。他不是心大，他是缺心眼。宿主，等会儿咱们找一个好位置吃瓜，今天的瓜特别香，而且是少有的瓜。放心吧，找吃瓜的位置，这个事情那简直就是我的强项。到了相府，居然是相府的管家亲自把他们两个给迎接了进去。看到没有，那就是林家的二小姐，上一次把阳宁县主的胸口咬破的那一个。淡定，不就是一点点小传言吗？以后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发生的多的是，我现在得习惯。赶紧和我说说，瓜在哪儿啊？谁身上有瓜？有瓜？见过小林大人，家父经常在家里说小林大人才华横溢，气质卓然，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哪里，丞相大人也不错，身居高位还勤俭节约，是一个难得的好官。就是，可勤俭了。上次早上还粘了一片菜叶在牙齿上面当中饭呢。系统说话的语气特别的真诚，完全让人听不出来他是嘲讽还是在夸赞。难怪那天早上父亲一回来就要刷牙，刷完之后还让家人都给他检查了一下，原来是因为这个事情呀。勤俭节约是这么用的吗？他们发现这个小林大人总是会把一些成语典故乱用。大家赶紧里面请吧，今日这个宴会也不是什么正式的宴会，就是把大家请过来一起玩一玩而已。快点开始吧，我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吃瓜了。丞相府的瓜一定很香。赶紧开始吧，他们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吃丞相府香喷喷的瓜了。坐在人群中，本来想一起看戏的丞相府公子小姐们满头的雾水。我们举办宴会是想让你们来吃别人的瓜的，我们顺便蹭一蹭。嘿，这怎么还吃上我们的瓜了呢？这几位公子小姐此刻头脑风暴中，他们家应该没干过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情吧，也没有贪污过吧，应该没有吧。来，今天给你介绍的瓜是百合瓜。百合瓜？你是说丞相府有女的恋情？这在这里呀，叫做魔镜之好。你们干嘛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们？我们可没有什么魔镜之好。赶紧说，你就别卖关子了。哎呀，冷静点儿，听我慢慢说，这个事情还挺复杂的呢。还挺复杂？那是个怎么复杂法？这件事情跟丞相夫人有关。丞相夫人年轻的时候和李娘亲并称为京城双姝，被他们迷倒的公子和少爷不知道有多少。他们迷倒的不仅有公子少爷，也有一些女子，其中就有一位女子深深地爱上了丞相夫人。丞相夫人嫁人之后就很少出门了，那位女子对夫人思念之极，所以就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她选择给丞相做姨娘小妾，这样就能每天见到丞相夫人了。而那位女子就是丞相府的二姨娘。林默三观炸裂了。她选择给丞相做姨娘小妾，这样就能每天见到丞相夫人了。而那位女子就是丞相府的二姨娘。林默三观炸裂了，其他人内心也爆炸了，特别是丞相府的几位公子小姐。众人心里现在就一个想法：丞相知道这件事情吗？知道自己居然引狼入室了吗？感觉丞相是个大冤种，是怎么回事？那丞相夫人跟二姨娘也是两情相悦吗？丞相夫人不知道二姨娘喜欢她，二姨娘平时表现的也比较内敛，所以是二姨娘单相思。唉，单相思，
这个二姨娘就有点深情了呀。丞相府的公子小姐们听到是二姨娘单相思，那个心一下子就放下去了。二姨娘没有生育孩子，丞相府的这几个公子小姐，大公子、大小姐和二小姐是丞相夫人生的，二公子和三小姐是三姨娘生的。林默现在是真的觉得这个二姨娘付出的有点太多了，这个暗恋太绝了，为了喜欢的人居然给喜欢的人的丈夫做妾。你说丞相现在知道这件事情了吗？他这算不算是引狼入室？这些年一直有一头狼在暗暗地盯着他夫人，光是想一想都觉得鸡皮疙瘩起来了吧？唉，皇上，现在不是幸灾乐祸的时候，咱们也得做好准备呀。您看丞相府就这么几个人都有这样的事情，皇宫中的女子有多少呀？整个后宫之中除了太监就是女子了，您也得想一想这回事儿啊。虽然他的妃子不怎么多，加上这些伺候的宫女，后宫之中的人数那也不少呀。越想皇帝越觉得心慌。你说你对得起我吗？我看你可怜，把你纳进府里，结果你觊觎我的夫人。难怪这么些年二姨娘天天黏在夫人身边，除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她一天到晚都在夫人这里。她还挺得意的，自己的妻妾相处的这么和睦，这肯定是和自己有关呢，是自己把妻妾教育的如此之好。结果呢，自己的妻妾相处的这么和睦，这肯定是和自己有关呢，是自己把妻妾教育的如此之好。结果呢，我是喜欢夫人，我在14岁的时候就喜欢夫人。夫人精彩绝绝，风姿卓越，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她要嫁给你。你说你有哪一点好呢？你不就是占了一个男人的身份吗？如果我是一个男人，那我绝对不会让夫人受一点委屈。这么些年我跟在夫人身边，我也满足了，要杀要剐随你。大人，二姨娘在家里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求大人饶她一命。父亲，求父亲饶二姨娘一命。三姨娘刚刚进府的时候，二姨娘怕她和夫人作对，所以就花了一些心思获得了她的好感。对于夫人生的孩子，她是视如己出；对于三姨娘生的孩子，她也对他们非常好，主打的就是不让人跟夫人作对。行了，我也不追究你了，你继续在府里待着吧。这样你对夫人一片真心，对孩子也细心关照，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吧。不过我可警告你，以后跟夫人相处给我注意点分寸，绝对不能和以前那样一天到晚黏着夫人。这是我夫人，不是你夫人，我希望你知道自己的身份。你看前面那个大人的屁股一缩一缩的，他该不会是想拉屎了吧？你看的还真挺仔细的，前面那个是御史大夫，不过他不是想拉屎，他是痔疮犯了。某个想拉屎的官员松了一口气，还好，说的不是他。系统查了一下御史大夫的事迹，还挺波澜壮阔的，整个就是一个治治医书。你们有病啊，干嘛全部都盯着我的屁股啊？10人9痔，我有痔疮不是很正常吗？你们有病啊，干嘛全部都盯着我的屁股啊？10人9痔，我有痔疮不是很正常吗？瞧瞧这紧绷的屁股，御史大夫平时锻炼应该还不错呀。怎么感觉这些官员们越来越变态了？是怎么回事啊？不过他也好想看一下御史的屁股呀。御史大夫年轻读书的时候，喜欢在蹲茅厕的时候看书，一蹲就是半个小时1个时辰，然后就把痔疮给蹲出来了。这一下子就开始了他的痔疮之旅。不过这几10年基本上没什么用，昨天又吃了一顿刺激的，所以今天就犯病了。果然，
上厕所得速战速决，有痔疮实在是太难受了。人家是胸怀大志，你是屁怀大志。也幸好御史大夫没有龙阳之好，不然这个屁股怎么办了？你要是敢出声，我戳你屁眼！太尉大人真是豁出去了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太尉这个样子，看来他是真的很喜欢听八卦呀。说的好像你不喜欢似的。筒子，有没有治痔疮的什么药啊？万一我大哥或者我爹也有这个毛病的话，那我作为妹妹和女儿也得帮帮他们呢。我谢谢你啊。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有用的方子，最简单的自然就是割掉咯，但是割掉之后也难保不会复发。不过有一个槐花、地榆、白头翁、白芷还有蒲公英能够治疗痔疮，外敷内服都行，缓解症状。还有一种海棠花也可以，具体的我这里也没有查到什么，毕竟我又不是什么医术宝典。不过不想屁怀大志，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久蹲或者久坐。比如你们上面的皇帝，他这天天坐着的最容易得痔疮了。不过他好像也有痔疮。不是，我招你惹你了？你怎么说着说着又说到我身上来了？连皇上都有痔疮，那说明这个病确实是不太好治，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预防。你们干嘛都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又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病。哎，大家这是关心你，这要是不小心碰着你了，把你弄痛了，那作为同僚那多过意不去啊。是啊，你看皇上都这么关心你，还给你派了一个太医回去给你看一看，你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了。太尉大人，刚才那一巴掌我可记住了。不能久蹲，不能久坐，那我可以久躺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件事情怎么可能难得倒我呢？祁同，小林大人我是不是聪明绝顶啊？真不愧是你呀！赶紧坐起来，你爹和你大哥来了。下个月就是万寿宴了，是圣上的生辰，文武百官都会送一些东西给皇上的。你这段时间好好的准备准备。是皇上不应该什么好东西都有了吗？我就算是送什么都送不过来，我直接送他一个大瓜吧。是皇上不应该什么好东西都有了吗？我就算是送什么都送不过来，我直接送他一个大瓜吧。一个女孩子家家送皇上东西，最好可以体现自己的心意的，不需要太贵重的，只需要心意到了就好。心意呀，这个好像对他来说更难呀。人家小姐们会写字，会画画，会刺绣，他什么都不会呀。宿主，我记得你好像会木雕吧？要不你雕一个木雕吧，这个总能体现自己的心意了吧？对啊，我的雕工可是一流，谢谢你提醒了。这丫头什么时候会雕木雕了？他们为什么一点都不知道啊？第二天一上早朝，林默的心声就把自己给出卖了。木雕啊，确实是一个能够体现心意的好礼物。这林家丫头没想到居然还有这样的手艺。别睡了，别睡了，我说一个新的瓜，让你精神精神吧。别睡了，别睡了，我说一个新的瓜，让你精神精神吧。是一个巨大的瓜，只不过这个瓜稍微有点味道。什么瓜？什么瓜？赶紧说。今天这个瓜是太师的。老头子，我好像没有招惹过你们俩吧？这是什么仇什么怨，居然来揭我的短呐！是的，现在满朝堂的官员最怕的就是被林默给点到。他们吃别人的瓜吃的是挺开心的，但是这件事情不要牵扯到自己身上。你知道吗？昨天晚上太师尿裤子啦！尿裤子啦，裤子啦，死啦！太师白眼一翻，差点晕过去了。时刻待命的太医取出自己的长针，就往太师的穴位上面一扎。大人，放宽心，放宽心，年纪大了失禁，
也正常。还好还好啊，太师没有晕过去。皇帝给太子和2位皇子使了一个眼色，要不你们还是让我晕过去吧。怎么会尿裤子呢？该不会是身体有什么毛病吧？年纪大是一方面，可能主要是做梦了吧。我检测搜索了一下昨天晚上太师说的梦话，他好像一直都在找厕所，后来好像还找到了厕所。这个系统为什么连别人说的梦话都能知道呢？而且你为什么要管我尿不尿裤子呀？这满朝堂这么多人，为什么你非得挑我？做梦的时候最怕的就是找厕所，而比找厕所更恐怖的是，厕所找到了。是这么个道理。我小时候也做过这样的梦，梦里也在找厕所，而且还找到了。为什么我早上起床的时候没有发现尿床呢？那是因为我半夜起床给你换了裤子，还让人换了床铺。好吧，原来不是他没有尿床，而是哥哥在替他负重前行。我告诉你啊，不仅太师尿过床，大理寺少卿上次还拉过粑粑在身上。怎么又说到我身上来了？怎么又说到我身上来了？哎呀，谢谢你接替我承担了这个重担，这个好，我记住了。可是我并不想要替你承担这个重担啊，自己的担子自己挑，知不知道？我并不想负重前行。这难道就是他们国家的肱骨之大臣吗？连屎尿都控制不住的肱骨大臣，你赶紧说一说，大理寺少卿是怎么回事？就别卖关子了。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前段时间他不是拉稀吗？你也知道，在拉稀的时候，任何一个屁都是不可信的，他就犯了这个致命的错误。那个画面感，我顿时就想象出来了。想不到大理寺少卿这么严肃的一个人，居然还有过这样的丑事。你们说这个国家还有救吗？请皇上明示。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臣子连屎尿都控制不住，这件事要是传到其他国家去，那不是给他们乐大发了？你说你们也真的是，做梦的时候就不能做一个好梦啊？放屁的时候就不知道犹豫一下吗？皇上，做梦这个事情好像也不是我们能控制的。至于放屁，谁知道这个屁放的是实的还是虚的？跟在皇上身边这么多年，自从那个小林大人上朝之后，这每天真的是笑话不断。如果说笑一笑10年少，那他绝对可以长命100岁了。最后皇帝还是把这2个人给训了一顿，还给立下了一个规矩：晚上做梦不管找没找到厕所，千万不要上厕所。放屁的时候千万得多加思索。爹，我又犯什么错了呀？我今天好像也没有干什么事情吧？可是他今天一起床就去上朝了呀，这才刚刚下朝，在朝堂上面他也很听话的，一句话都没有说，没有张嘴说，所以干嘛要把他关在门外啊？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自己知道，你今天就给我在外面好好的反省反省。今天一连揭露了2个朝廷重臣的丑事，有些事情吃瓜你不是这么吃的。也幸好太师和大理寺少卿是正经人，要是其他的奸臣，那非得找机会暗杀你不可。主要是他现在看见他就眼睛疼心口疼，他也需要好好的缓一缓了。既然你爹爹不让你进去，那我们不如在街上逛一逛吧，正好吃一吃其他的瓜，搜集一下能量。可是我这个衣服不太方便在外面行走啊。那就在外面买一件呗。你带钱了没？没有。得了，居然有人出门不带钱。哎呀，这也算是一个奇人啦。哎呀，就穿着这一身衣服走吧，咱们又不是去什么乱七八糟的地方，就是在街上逛一逛而已。一个8品小官的官服，硬生生的被他穿出了状元郎春风得意的气质。人家说宰相门前7品官，咱们家2小姐这官位还不如宰相门前的门房呢。她怎么能把这衣服穿得这么嘚瑟的？
林默现在在京城也算是知名人物了，没走2步，居然有人把他给叫住了。小林大人今日倒是好闲情呢。这人的长相倒是还行，就是这穿衣打扮吧，花花绿绿的审美有点糟糕。这人怎么穿的跟个花孔雀似的？他难道不觉得自己这一身辣眼睛吗？我数了一下，他这一身起码有5个颜色，活脱脱的孔雀开屏啊！我查了一下，这个就是大理寺少卿的儿子魏正安。这个人倒是不错，就是脾气有点暴躁，审美有点差。什么叫他的审美差呀？他的审美超级好的，懂不懂啊？哎，别生气，别生气，你跟他计较什么呀？你爹在他身上都没有讨到好，你主动凑过去干嘛呀？魏公子好啊，大理寺少卿大人现在应该还好吧？其实林默就是很正常的关心了一下大理寺少卿，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毕竟在朝堂上面吃瓜，也是他自己在心里和系统吃瓜，他也不知道其他人能够听到呀，他就是想为自己老爹出一口气。今天在朝堂上的事情很快就传开了，老爹不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但是他不行啊。结果没想到他一露面，林默就给了他一个暴击。童子，你说这个花孔雀审美不好，是怎么个审美不好法？具体和我说一说呗。这个花孔雀他就喜欢一些千奇百怪的东西，你是不知道，他院子里的丫鬟长得那叫一个奇怪，都可以开个奇珍馆了。正安，等会儿我们要不去你家吧？你们给我滚！你就是传闻中的那个林默，哼，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嘛。他现在居然这么出名了吗？居然还成了传闻中的人？哪里，传闻中的还不至于，就是当朝唯一的女官罢了。你们可以叫我小林大人。不是，你这人是听不懂话里面的语气吗？我这话是在夸你吗？你这理解能力好像有点不太行吧？你这人是听不懂话里面的语气吗？我这话是在夸你吗？你这理解能力好像有点不太行吧？苏主，人家好像不是在夸你，他好像是过来找茬的。过来找茬的？我好像还没得罪过什么人吧？除了那个什么县主。哎，正安，你冷静一点，你忘记皇上下的旨意了？我看他们现在还挺忙的，要不我们先走吧，就不打扰他们谈恋爱了。你哪只眼睛看到人家在谈恋爱了？人家只是在说悄悄话而已。你看这个地方是多么好的私会场地，有哪个人和我一样闲得没事儿会走这个小巷子？还有这个花孔雀，你不是说他是来找茬的？我又没有得罪过他，他为什么来找我的茬？所以我肯定是打扰他们谈恋爱，他才过来找茬的。你说的还挺有道理的，我居然无法反驳。你有毛病啊！你从哪里看到我们这是在谈恋爱了？哎，不是，这人这么气人的吗？他每天去上朝，难道没人想打他吗？我也算是第一次体会到了眉目传情是什么意思了。走吧走吧，我们就不打扰他们了。正好我肚子饿了，我们去酒楼吃饭吧。你有钱吗？你就去酒楼吃饭？难不成你打算吃霸王餐？这人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他？林默肚子又饿又好奇这个花孔雀的那个奇珍馆，最后想到了一个万全的办法。在回大理寺少卿府的路上，花孔雀一脸的生无可恋。小林大人果真是学识渊博呀，也就是小林大人之前不在京城中露面，不然这京城有名声的才子才女中一定有您的一个。就是，谁以后要是说小林大人的坏话，我跟谁急？哎呀，还是要谦虚一点的。我的文采虽然不比我大哥大姐低，但是作为妹妹还是得让着他们的。我这人吧，不是那种体验派、努力派，我啊就是天赋派。天赋派是认真的吗？天赋派是认真的吗？这人刚刚诗性大发，给他们做了一首诗，说用诗去换取大理寺少卿府吃饭的机会。本来他们还挺期待的，但是下一秒听着这人嘴里说出来的诗词时，
他们简直怀疑自己平时学的那些东西和他说的这个玩意儿是不是一样的了。天上的白云呐，它好像一朵棉花糖，甜甜蜜蜜，缠缠绵绵，我一口就能把它吃掉。你说大理寺少卿府那些丫鬟长得到底有多奇怪啊？我能一边吃饭一边去看他们吗？是啊是啊，我们也想一边吃饭一边看。你是把我家当什么了？应该可以吧？你和花孔雀说一下，让他院子里那些丫鬟过来伺候你们吃饭不就行了吗？孔子，你跟在我身边的时间久了，倒是变得越来越聪明了。果然近朱者赤啊！有一个自大又自恋的宿主该怎么办呢？确定这不是近墨者黑吗？你怎么把这个混世魔王给带回来了？你是还嫌我们的日子过得太好了吗？他怎么知道这个人居然会这么厚脸皮呀？不仅听不懂好话赖话，还硬跟着要来他家，居然还觊觎他的丫鬟。大人好，夫人好。如果能够忽视林墨的心声，那他看起来确实是挺乖巧的。花孔雀他娘长得可真好看，温温柔柔的，怎么花孔雀就是这副德行的？说的还挺形象的，儿子每天打扮的确实像花孔雀。你问的这个问题是遗传学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不太了解。不是肚子饿了要吃饭吗？花孔雀家的伙食还不错的。原来是过来吃饭的。林尚书都不管女儿的吗？瞧瞧这孩子，连朝服都没有换。林尚书对这孩子也太不关心了吧。饿了吧？正好你们来的是时候，落座和我们一起吃饭吧，也尝尝我家和你家的饭菜有什么不同。林墨眼睛发亮地盯着夫人，盯得大理寺少卿和花孔雀心里都有点不安了。这混世魔王喜欢的应该不是女子吧？林墨眼睛发亮地盯着夫人，盯得大理寺少卿和花孔雀心里都有点不安了。这混世魔王喜欢的应该不是女子吧？哎，那他这个眼神是怎么回事啊？这花孔雀干嘛呢？干嘛要拦着我看漂亮阿姨？你这心思还能表现得再明显一点吗？林尚书到底是怎么教的女儿？怎么看女子的眼神还这么色眯眯的呢？小林大人喜不喜欢看才艺？不如我让一些丫鬟过来表演一下才艺吧，正好一边吃饭一边看。哇，居然真的有才艺表演，是漂亮姐姐吗？不知道啊，比起漂亮姐姐，我更喜欢看她院子里的那些小姐姐。我想知道那些小姐姐究竟能长成什么样，才能让这审美这么奇葩的花孔雀看中。花孔雀，你过来一下。哦，不好意思，喊错了啊。正安，你过来一下。原来大理寺少卿也叫他儿子是花孔雀呀，这也太巧了吧！你的笑声还能再大一点吗？哎，不是，这花孔雀是从哪里找到了这么多这样的人呢？这些小姐姐们长得可真是特别啊，不过也不是很难看，虽然有一种怪诞的美感。确实是有一种很怪诞的美感，不过这种感觉在这个时代还是不被接受的。要不怎么说这花孔雀的审美很奇特呢？和其他嘲笑他们长相的人相比，林墨是真的很和善了，而且还叫他们叫小姐姐。在外面，一般人都是叫他们叫怪物的。要不是公子把他们带回来，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死了。你不是叫人过来表演才艺吗？怎么把你院子里的那一群人给叫过来了？你是想要把林墨给吓回去吗？这个家伙是冲着我的婢女们来的，不然你以为他为什么来咱们家？我的这些婢女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爹，你不能用奇怪的眼神看他们。宿主，咱们在外面收敛一点吧。你这个样子就像是戏文里说的那种纨绔子弟，还是强抢民女的那一种。坐姿豪放，吃饭豪放，还有这个眼神儿，哎呦，这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了。你不懂，在外面可看不了这样的表演。小姐姐们在外面，咱们根本就见不到，所以现在看一眼少一眼。而且小姐姐们跳舞也很好看呢。你看花孔雀这个样子，
下一次要来他们家蹭饭，可能就难了。所以这一次我们要看个够本儿，而且我也不是白看的。上一次你不是搜寻医书搜出来一个治拉肚子的药方吗？到时候咱把药方留下给大理寺少卿。能不能把我拉肚子这个事情过掉？这都多久之前的事情了，你还提？要不是你在这个早朝提起来，我都快要忘记了。哎，来，小林大人，我们敬你一杯。作为女子，在朝堂上面还是挺辛苦的吧？不用想就知道有诸多不便。啊，确实是有点辛苦啊，这上朝真的是太累了。啊，确实是有点辛苦啊，这上朝真的是太累了。小林大人，好像上朝也没有干过其他的事情吧？不，你不懂。对于我来说，只要走出我的房门，多走一步我都觉得累。你们说，我爹干嘛非得让我去上班啊？我都在家里躺了这么多年，再给我多躺几十年又怎么了？再说，我大姐也可以去上班啊。未来家里的一切有哥哥姐姐顶着，再以后有侄子外甥顶着，就让我当一个废物姑姑、废物小姨不好吗？瞧瞧你说的，这是人话吗？你哥哥和姐姐都还没有婚嫁，你就惦记了他们生的孩子来养你。你这个姑姑小姨做的可真好。宿主，清醒一点，清醒一点，又不是在家里，这是在别人家。我就要说，我得跟皇上提议一下，早朝的时候给我安排个椅子。我觉得信王殿下的轮椅就很不错。我看你怕不是要上天啊？人家信王殿下坐轮椅是因为腿还没好，要不然皇上把他的龙椅给你坐坐。小林大人别喝了，你现在已经醉了，不能再喝了。不要拦着我，接着奏乐，接着舞，我还能继续喝。还接着奏乐，接着舞呢？哎呀，你现在这个样子，估计都回不了家了。我都能想象到你回家之后会是什么样的下场了。4人混合双打，那肯定是跑不了了。小林大人，你先在这里歇一歇，稍微缓一缓，等会儿我就让人把你给送回去。不用，怎么能麻烦你们送我回去呢？我带了坐骑，等会儿啊，我骑着孔雀回去就可以了。哎呀，早知道在你刚喝酒的时候我就应该提醒你了。你不该客气的时候挺客气，该客气的时候又不客气，你居然还想骑着别人的儿子回去，造孽！这宿主是在人家一家人头上蹦迪呀！你居然还想骑着别人的儿子回去，造孽！这宿主是在人家一家人头上蹦迪呀！这位小林大人，请你看清楚一点，我是个人，不是你的坐骑。他也算是体会到了什么叫做请神容易送神难了。怎么我的孔雀还会说话呢？它成精了吗？你们看，我养的孔雀成精了，它居然会说话了。不行，我得骑回去让我爹看一看。快把它给我控制住！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他为什么不跑啊？他满头的头发都被这个人抓着呢，他能跑哪儿去啊？不要这个头了吗？虽然遭殃的是自己儿子，但是这个事情啊，是真的很好笑。不要拦着我上天，我可是天上的仙人，是不能站到地上的，不能沾凡尘。按道理说，一点普通的酒应该不至于让人醉成这样啊，都把人看成动物了，还想上天？你又偷我的酒，这坛酒在树底下埋了10年，而且是烈酒，一般人根本就受不住。你看看把人家给醉的。系统也无语了，他就说宿主就算是喝醉了，也不至于不认人呢。上一次上房顶醉成那样，都还认得自家老爹和哥哥呢。你干嘛要踹我的坐骑？你自己没有坐骑吗？这哪是你的坐骑，这分明就是我家的坐骑。请问我能当个人吗？他以后再也不穿的这样花花绿绿了，
实在是太伤人自尊了。他本名叫魏正安，好不好？这个名字多好听啊！他才不是什么花孔雀，更不是什么坐骑。系统，这个坐骑真的不是我的吗？不是你的，这真的是人家的，还是人家亲生的。你干嘛一直盯着他看呢？你干嘛一直盯着他看呢？你一个人怎么可能生出一只花孔雀？所以你是妖是不是？这一顿饭吃的是真的划得来，难怪现在家里的父兄都特别喜欢去上早朝。这要是他们也喜欢去呀。赶紧让人把他给我送回去。我的坐骑，就先放你们这里养着，等我有时间了再来接他。你才是坐骑的，我是个人，人知不知道？想不到这邻家丫头喝醉之后这么好玩啊！那天她来皇宫，也可以让她稍微喝点酒。我看她下一次会把谁当成坐骑。皇上，你可别这么想，喝醉的人是没有理智可言的，万一他把您当成了坐骑呢？那还是算了吧，他还是喜欢当个人。你们别拉着我，我还能喝。小林大人，你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吗？啊，这条狗有什么不同吗？爹，你怎么在这儿啊？你是不是过来接我的？只希望林尚书不要知道这件事情，不然他都不敢想象这家伙会被怎么揍。小林大人，你清醒一点，这是一条狗，不是你爹，你爹在家里等你呢，快把人给送到马车上面去。默默，这不是你爹，赶紧上马车回家了，你爹在家里等你呢。这怎么就不是我爹了？你看这眉眼，这长相，这分明就是我爹。你看这毫无波澜，又带着一点嫌弃的眼神，除了我爹，还会有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爹也知道你爹是这么看着你的呀，但问题是这只狗这么看着你，你觉得正常吗？连狗都觉得你荒谬了。走走走，赶紧上马车，我爹还没吃饭呢，我要把他带回去吃饭。这是夫人养的狗，小林大人要是把狗给带走了，等会儿我们怎么和夫人说呀？哎呀，就这么和夫人说吧，不然能怎么样？你今天把我赶出去这件事情，特别让我伤心。不过我大人有大量，不和你计较了。清醒一点，宿主，这是一条狗，你说你把它认成你爹就算了，你还要把它带回去，你是生怕自己不挨揍是吗？像是在证明系统说的话是对的一样。开门，开门！我们把小林大人给送回来了。这是个什么操作？二小姐怎么把一条狗扛在肩膀上？能和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这条狗是怎么回事？小林大人在我们府上和我们大人夫人公子一起吃饭，后来就有点喝多了。这条狗是我们夫人的，所以他去你们那里吃饭，还抢了一条狗回来。爹，你怎么在家里啊？我不在家里能在哪里？和你一样在外面喝醉吗？你应该在我怀里啊，我怎么有2个爹呢？你跟逆女，你说谁是狗呢？爹，小妹喝醉了，你就不要和她计较了。是啊，爹，小妹现在连人都认不清了，还是先让她去休息吧。小林大人家这热闹程度啊，也没比他们家的好到哪儿去。他们家公子爱搞事情，小林大人也爱搞事情，估计林尚书和他们大人也挺有共同语言的。有时候不作死，就真的不会死。这一条狗做爹，这估计是古往今来的第一人了。爹，你别怕，我保护你。你给我闭嘴吧你！老天爷呀，为什么世上会有这样的女子？这也太好笑了吧！快把这件事情告诉皇上。这丫头可真的是真的开心果呀！还好有小林大人在，不然今天皇上的怒火肯定不会这么容易消。来，把朕的那条长毛犬
送到灵府去。论损，还是皇上您损呀。把林默揍了一顿后，皇帝送过来的这条狗也到了。皇帝这是真的把他们家的事情当成好戏在看呢。可能真的是这个酒的度数太高了吧。林默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2天了，皇帝还特别贴心的让他今天好好休息，不用去上早朝了。你没事儿吧？昨天的事情你还记得吗？我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哎呀，你别难过了，这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还能怎么样呢？而且昨天你爹也把你揍了一遍，所以这件事情应该抵消啦。这件事情能这么抵消吗？能不能这么抵消，今天中午就知道了。淡定点儿，淡定点儿。系统说的对，昨天我爹就已经把我揍了一顿了，所以这件事情应该过去了。今天应该顶多是把我骂一遍。还不给我滚进来！你干嘛呀你？你居然还真的滚进来！系统，你不懂，这代表了我的诚意。我爹看到我诚意这么好，也不会计较的。给我站起来！你看你这样成何体统？昨天你居然去别人家喝酒喝醉了，还抢了人家的一只狗。你瞧瞧你做的这些，都叫什么事儿？这狗哪来的？该不会是我昨天抱过来的吧？你昨天抱过来的那只狗已经送回去了，这只狗是皇上送过来的。他听说了你的事情，所以送了一只狗过来。连皇上都知道昨天的事情了？不只是皇上知道，现在京城里的大部分人应该都知道了吧？花孔雀是个大嘴巴，在林默走了之后，他就和自己的那些朋友出去喝酒了，然后把自己家发生的事情全部都给吐槽了一遍。林默本来在京城中的名声就挺大的，现在就更大了。林默本来在京城中的名声就挺大的，现在就更大了。你看看你做的这些好事儿，以后在外面绝对不许喝酒，知不知道？你一个姑娘家也要懂得保护自己。幸好是在大理寺少卿家里喝醉，要是在酒楼喝醉，谁送你回来？你还把人家夫人的狗也顺了回来。你要是喜欢狗的话，我们给你买一只就行了呀。知道了，知道了，我以后在外面一定不喝酒了。我的天哪，我还喝个屁的酒啊！我喝个酒，喝的连皇上都知道了。我该不会是成为别人吃的瓜了吧？应该是的呢。你昨天给我贡献了不少的能量。其实我觉得你不去吃别人的瓜也可以，我可以吃你的瓜，收集能量。咱们是不是好搭档了？林默今天没有去上朝，朝堂上是真的少了好多的乐子，皇帝也没有人可以帮他缓解心情了。林默今天没有去上朝，朝堂上是真的少了好多的乐子，皇帝也没有人可以帮他缓解心情了。这些人都没有林家丫头那么好用，就是招待使臣的这么一件小事就能够吵起来，真要他们还有什么用？皇上，那些小国之人来咱们国家最大的目的就是想要试探咱们的实力，所以这件事情还真的不太好办呢。大人们也算是尽心尽力了，皇上再给他们一些时间吧。宿主，你给皇上雕的那个木雕怎么样了？还有大半个月人家就过生日了，你这还没开始吧？林默一下子就清醒了，也不知道这个丫头雕刻的手艺怎么样，不过都要雕刻东西给我做礼物了，这手艺应该不会差吧？完了，要不是你提醒我，都快把这件事给忘了。真不愧是你呀！你们这个皇帝生日还搞得挺声势浩大的呢，有很多小国家会过来给他拜寿，好多好多的瓜呢。好多好多的瓜是什么意思啊？他们是到达了一片瓜田吗？要不现在你和我说一下呗？好多好多的瓜，你先跟我说一个吧。好吧，为了防止你打瞌睡，我先跟你说一个吧。
说一个西江二皇子的卦吧，他好像明天就要到了。西江二皇子，众位大臣还是有点印象的，毕竟这位二皇子也算是人中龙凤，而且还是西江皇位有力的竞争人选。这个是小妈文学呢，西江二皇子和你们国家的二皇子不一样，你们国家的二皇子在房事上面是个木头，那个西江二皇子玩的可花了，还睡了他老爹的贵妃，贵妃生下的那个小皇子是他儿子。连系统都说你房事木，你到底在这方面能木到什么程度啊？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西江二皇子的瓜你等会儿再说，现在先说我们这二皇子的吧。你说的房事上面木是怎么回事？是时间短还是不行？你说的房事上面木是怎么回事？是时间短还是不行？谁不行了？你不行，我都不可能不行。时间是够的，也挺行的，但是太过于死板了，姿势也太匮乏了。你是不知道，这二皇子妃和2个侧妃是怎么在后面吐槽他的。这3个人不管谁和二皇子睡了，第2天准会开一个吐槽大会。他是怎么做到的？3个女人都对他不满意，不是说男人天生就会吗？其实主要原因就一个，二皇子不愿意学啊，他总觉得自己很厉害，身上有种莫名其妙的自信，然后一个姿势用到头。你是不知道，这二皇子妃是怎么说他的。他说嫁给二皇子这么多年，其他的没学到，但是在演戏方面的能力那是直线上升。不过二皇子这样也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啊？二皇子本人现在已经快要羞愤欲死了，太子和3皇子怕他当场情绪失控，所以死死地抓着他，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影响他们吃瓜，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影响他们吃瓜。二皇子凭借一己之力，让二皇子妃和2个侧妃成为了一派，直接断绝了宅斗，厉害吧？现在这3个女人每天要应付的就是二皇子，他们甚至还私底下交流演技，甚至还互相推脱。二皇子妃怀上第1个孩子的时候，他简直是想放鞭炮庆祝，因为后面他就不用侍寝了。二弟，没事，只要不是不行就行了。在这件事上面，你可以多学一学。哥哥我收藏了挺多孤本，等下朝了，就让人送几本给你，你好好的学一学。是二哥，你就算是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3位嫂嫂着想吧？人家天天和你演戏多累啊！你们俩现在能别讲话吗？能不能让我自己好好的一个人静一静？你怎么能在这件事上不行呢？之前成婚的时候不是让人送了图册给你吗？你多好好的学一学不行吗？人家后宅在宅道，他的后宅道好，一致对外，这个外也就是二皇子。想不到二皇子居然是这样的人，从外表看不出来啊。可不是嘛，上一次你还说3皇子是一个笑面虎，他们这兄弟几个都是表面上精明，你别看太子现在看着稳重的很，其实私底下玩的可开放了。所以今天主打的就是吃皇家的瓜是吧？孔子，你就别卖关子了，赶紧和我说说太子是怎么个开放法吧。我记得太子身边好像就只有1个太子妃吧，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侧妃侍妾，3个皇子好像也只有2皇子有侧妃。我说的开放可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意思，我是说太子和太子妃玩的花样开放。你是不知道他们玩的花样有多么开放，他们和2皇子简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太子还收藏了很多的孤本，起码几大箱子吧，而且他还会学习哦。造孽呀！维持了这么多年的稳重形象，现在一下子崩塌了。想不到你居然是这样的太子，我这2个儿子为什么就不能稍微平衡一下呢？一个玩得太开放，一个不会玩，真的是愁死了。觉得太子和2皇子他们2个应该互相结合一下，太子没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也可以去引导一下2皇子啊。让太子去引导2皇子，所以你是想让他们搞基？龙阳之好，
那他们两个之中可要不得呀。孔子啊，我发现我真的是小瞧你了，没想到你的思想居然这么开放。我有说让他们俩搞基吗？你刚刚不是说让太子引导一下二皇子吗？这个意思不就是搞基吗？两个儿子长得都挺好看的，要是在一起也挺养眼的吧。想着想着，他的思绪就放飞了。不行，这可是他儿子，不能乱想。其实皇室也不是没有龙阳之好的人，宣德帝的叔叔，也就是先帝的兄弟之中，就有喜欢男人的，而且还为了男人放弃自己的身份，和那个男人隐居山林。皇上，您在这时候发什么呆呀？底下的林默开始跟系统解释，他不是让太子和二皇子搞基，只是想让他们兄弟俩互相帮助。长兄如父啊，作为哥哥总不能看着自己的弟弟跟妻子房事不和吧？你们说是吧？哎，行了，你别再说了，你越说我越不理解了。反正我大概懂这个意思就行了。你还要不要听西江二皇子的瓜？正经人太子、二皇子、三皇子一脸兴奋地站在下面吃瓜，吃自己的瓜哪有吃别人的瓜香呢？那个西江二皇子和你们的二皇子完全就是形成了其他的反差，他也是属于玩的开放的那一种，但是不像你们太子这么专情。这系统应该是在夸他吧？他也觉得自己很专情，他只爱太子妃呢。所以这个西江二皇子就只睡了那个贵妃吗？嘿嘿，不，除了他的亲娘，他把自家老爹的后妃基本上都睡了一个遍。所以为什么他说他老爹的喜爱呢？因为他老爹的后宫全部都是他的女人，这天天枕头风吹着，他老爹肯定觉得这个儿子最好啊。林默现在已经三观炸了， CPU 也炸了。这个西江的二皇子也太牛逼了吧！就算是在现实世界的历史之中，你翻阅上下5000年的历史，也找不到一个这样的呀。请问他的肾还好吗？这位二皇子的年纪有多大？他老爹后宫的妃子有多少？这位二皇子今年28，他老爹后宫的妃子一共有123位，哪像你们皇帝这么寒酸，就那么几个。这又关我什么事啊？我虽然妃子就这么几个，但是我没有被戴绿帽子呀，还是被自己儿子戴绿帽子。哎呀，不过也能理解，你们皇帝连内裤都缝缝补补这么多年了，怎么可能养得起这么多妃子？哦，他今天穿的是一条新的红内裤，上面还绣了一只猪，非常漂亮。有些人实在是没忍住喷出来了，但喷到一半就得忍住，毕竟不能暴露自己。林默就没有这个顾虑了，他的笑声回荡在这个大殿之中，如雷声一般。也不知道一个女孩子怎么能笑出这么浑厚的声音。这个系统说的这条内裤好像是我送的，我让人给自己做，结果被人给拿错了，送了过去。你多大个人了，你还在内裤上面绣小猪，还是红内裤。西江虽然没有你们国家大，但是人家真的挺有钱的，而且他们那边盛产玉石和各种宝石，等明天你就知道了。那个二皇子身上叮叮当当全部都是金器和宝石，看起来可富贵了。这一趟出使你们国家，这个二皇子也是为了自己的声望，能代表国家出使其他国家，这可见他现在在西江的地位有多高了。可不嘛，都是他睡出来的。说的好听点儿，是他把他老爹的妃子给睡了；说的不好听一点儿，那就是他用自己的身体去换取那些妃子为他说好话的机会。不容易啊，也不知到底是谁被谁睡了。人家贪图那个二皇子的身体，这个二皇子就图别人的一句话。我感觉还是他亏了。他想让后宫的那些女人帮他说话，那肯定得又说好话又出力气的伺候那些小妈，这费的心神可不少。为什么我会有这样一个女儿？她为什么会懂这么多？为什么我会有这样一个女儿？她为什么会懂这么多？大家虽然觉得林默的想法很出格，
但是这话怎么又听着挺有道理的呢？这一天早上吃的全部都是皇室的瓜，还别说啊，皇室的瓜吃的就是香。殿下，这个是太子殿下让我送过来的，您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好好的看一看。这个是三皇子殿下让送过来的，他还让我给您带了一句话：学无止境。二皇子殿下，这个是皇上让人送过来的，他说让您不要丢他的脸，有事没事的时候好好的学一学。其他的大臣也送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过来，甚至连滋补身体的东西都有，主打的就是一个齐全。你们有毛病吧？送这些药材过来是怎么回事啊？我的身体没事啊！为什么会这么难啊？我记得你雕木雕不是雕的挺好的吗？平时没事的时候，你不是还给自己雕了很多千奇百怪的东西吗？比如你床下的那个鸭子。那不是鸭子，那是天鹅。比如你床下的那个鸭子。那不是鸭子，那是天鹅。啊，你桌子上面的那个应该是狗吧？挺像你家里那条长毛犬的。不是，这是狮子。你难道看不出来这是狮子吗？系统突然觉得自己提议他雕木雕这个事情有点不太行，这完全就雕的换物种了呀。要不你还是换一个礼物送吧。你这个木雕雕的好是好，就是有点抽象。你是抽象派的艺术家，不过抽象派的艺术家开始都是不被理解的。我就知道，最了解我的人是你。我也觉得我是一个艺术家，只不过理解我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唉，那个，你好像抓错重点了吧？我的重点是抽象派，不是艺术家。他怎么感觉这个宿主脑子时不时的聪明一下呢？主打的就是一个该聪明的时候不聪明，不该聪明的时候瞎聪明。其实林默在现代的时候脑子还是转得挺快的，毕竟要生活要生存嘛。可是在这个时代生活了十几年，摆烂了十几年，可能脑子就生锈了吧，然后就变成了现在这样。既然要做一个艺术家，那就不能半途而废，我一定会雕出一个完美的作品的，绝对让皇上满意。这一天的时间，林默居然真的老老实实的在房间里面干活。你这雕的是什么东西啊？大姐，物种都变了，你要是把这玩意儿送上去，我真怕你被砍头。你不懂，我这还是一个半成品，等完成品你就知道有多漂亮了。现在虽然有点不太好看，但是雕好之后就好看了。你确定雕好了之后就好看吗？你是认真的吗？半成品也不会把物种给转换了吧？你雕的是皇帝还是人类始祖？难不成皇帝在你眼里就这个样子啊？难不成皇帝在你眼里就这个样子啊？没想到那个丫头居然还真能沉下心来雕木雕啊！哼，我倒是想看看到时候她能送我一个什么东西。说真的，宣德帝对这个礼物还挺期待的。每年过生辰，其实文武百官都会送他很多礼物，有贵重的，有体现心意的，反正各种各样的都有。贵重的东西皇帝都让人偷偷拿出去卖了，来填补国库。那些体现心意的倒是能留下来，因为那些也卖不出去，所以他的私人库房里全部都是一些心意。说真的哈，做皇帝做到这个份上也是没谁了。林尚书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问自个儿夫人林默有没有搞事。怎么从你嘴里说出来，默儿就只会天天搞事情呢？默儿今天可听话了，一回来就在自己的房间里，再也没有出来过。听说是在雕刻送给皇上的礼物。那你们知道他雕的是什么东西吗？有看到过吗？那你们知道他雕的是什么东西吗？有看到过吗？没有啊，不过外面的丫鬟们听到了默儿一直在夸奖自己，说自己是什么艺术家什么的，所以应该他雕的还不错吧。算了，不管那个丫头了，还是早点睡觉吧。明天上午那个西江二皇子就要到了。
怎么办？要是其他国家的人也能听到林默跟那个系统的对话怎么办呢？那明天稍微试验一下就知道了。反正明天迎接外国使臣，小林大人也需要在场。爹，这是你的活儿，你自己去就行了，为什么还要把我带上？今天难得一天不用上朝，你就不能让我好好的休息休息吗？你以为我愿意带你去啊？还不是皇上让我带你去的。李大人也得过去记录，你作为他的下属，肯定得跟在他身边呢。我警告你，等会儿你最好给我安分一点，不然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我警告你，等会儿你最好给我安分一点，不然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我哪儿不安分了？我每天都是安安分分的好不好？每天上朝他基本上一句话都不说的那一种，每天乖乖的站在旁边，这还不安分吗？你的嘴巴是没说话，但是你的心理活动倒是挺精彩的。哎呀，没事没事，等会儿我给多说几个话，你就精神了。林尚书的手一抖，差点把林默给甩出去。爹，你就算再看不惯，也不要把我甩出去吧，我好歹是你亲生的呀。你要不是我亲生的，你现在就已经飞出去了。来了，他们外邦人的毛发这么浓密的吗？这个二皇子不是才28岁吗？比咱们太子的年纪大那么一点儿，可是为什么我看起来他像是30-40岁了呢？而且看他这大胡子，我总感觉他身上臭臭的。你的感觉没有错，这个西江二皇子已经半个月没有洗澡了，确实身上快臭了。不过他用香料都给盖住呢。希望那个二皇子听不到这小混账的话，不然两国的和平就完蛋了。希望那个二皇子听不到这小混账的话，不然两国的和平就完蛋了。李公公也做了伪装跟在身后，他要探查的就是这个外国人能不能听到林默和系统的话。乌尔见过各位大人。林尚书作为礼部尚书，直接开始和这个二皇子对接，两人你来我往的互相试探。孔子，我爹和这个二皇子眉来眼去的，在干什么呢？还靠得这么近，他难道都不觉得这个二皇子身上臭吗？小心我回去把他跟别的男人眉来眼去这件事情告诉我娘。小林大人呐，这件事情可不行乱说，那是你亲爹呀。应该不会吧，你爹很爱你娘的，这个西江二皇子也喜欢美人，不喜欢美大叔。至于他们为什么表现得这么亲密，可能只是客套。不过看对方使臣的脸色，他们好像应该是听不到这小林大人和系统的对话。李公公还故作听差了的去问了一个人，有没有听到一个女子的声音。那个人疑惑的摇了摇头，哪有什么女子的声音啊？在场的除了后面那个小矮子不知道是男是女，其他的不都是男人吗？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李公公一下子就放心了。看来只有他们国家的人能够听到这小祖宗的心声啊。听不到就好，听不到就好，听不到的话，那优势就在我们身上了。以后只要是有使臣出现的地方，都把那个小林丫头给我薅过来，就算是她没什么用，也得让我们多听几个其他国家人的笑话。完了，皇上现在是越来越不正经了。乌尔参见皇帝陛下，陛下万岁。系统，你说这个二皇子长成这样，他是怎么把他那122个小妈给吸引的？靠床上技术吗？还是说他那些小妈喜欢他不洗澡，喜欢他毛发多啊？所有人都看向了三皇子。茶水太烫了。毛发是挺多的，居然还不爱洗澡。这么多毛发又不洗澡，难怪他们那边盛产香料，是为了掩盖臭味吧？西江二皇子总感觉有很多双眼睛盯着他，可是他一转头就发现这些官员们都是在各看各的，没有人看的。不对呀，难道是他感觉错了？
好险呐，差点被发现了。毕竟是来给皇帝过生日的，所以西江还带了不少礼物过来。主要是把这些东西全卖的话，应该能卖不少钱吧？我也觉得。哦，你们皇帝之前过生日，臣子们送的那些东西他基本上都卖掉了，除了些卖不出去的还在他的私库里放着，其他的都变成银子交到国库里去了。不得不说，你们这个皇帝真的是个好皇帝，就是忒穷了。二皇子远道而来，也辛苦了，要不先下去休息吧。今天晚上给你们办一个接送宴，也见识一下我们这儿的风土人情。多谢皇帝陛下体恤，早就听闻大雍朝地大物博，不管在什么方面都颇有建树。之前我虽然也来过这里几次，那也都是来去匆匆。今日总算是能够体验一下大雍朝的风土人情了。听闻皇帝陛下的3位皇子，个个都是人中龙凤。我们国家的男子自幼习武射箭，在武艺方面比较看重。皇帝陛下的3位皇子武艺应该也很好吧？不如晚上的时候，我和皇子们比试一下，也正好见识一下皇子们的风姿。这就开始挑事情了是吧？可以让二皇子和他比，老二对老二，完美。不过在比试之前，可得让这个西江二皇子先洗个澡，气味攻击这可来不得。对，不管怎么样，得先让他洗个澡。半个月没洗澡了，人都臭了。到时候比试的时候，皇子们都不敢动手打他，这打到他身上多脏啊！